忍着些，这药性子烈。夫人的手这样轻，何须忍？你油嘴滑舌，伤在背上，你怎知我手轻手重？3年了，夫人替我换过多少回药，我闭着眼也数得清。好了，再养上半月，你就能进京赶考了。我若不考呢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总不能一辈子赖在我这后宅里。赖在这里不好吗？有书读，有药换，有人夜夜点灯等我。谁点灯等你？那是庆幸忘了吹灯。是吗？那盏灯回回都亮到我睡下才熄。把衣裳穿好，夜里凉，仔细伤口。夫人关心我，我关心我的药钱。3年汤药，3年米粮，你这条命如今金贵得很，折在我院里，我同谁讨账去？这条命本就是夫人捡回来的，夫人要讨，连本带利都拿去。小姐，门房送来急信，是姑爷的。姑爷3年没递过一个字，怎么突然来信了？他要回京了，半月后到府，还带着婉晴。他有脸带着那贱蹄子回来？小姐守着这空宅3年，迎来送往，侍奉婆母，到头来凭什么受这个气？凭他是夫君，我是正妻，这就是世道给女子讲的道理。这道理也太欺负人了，所以道理要自己争，不能等人施谁。急什么？天还塌不下来。那信上还说什么了？说他此番回京补缺，让我提前回尚书府走动。好大的脸面！3年不闻不问，一回来就使唤上了。那萧公子怎么办？他京中举目无亲的，我自有安排。明日一早，你去账房支300两银票，再把城南的20亩水田的地契找出来。小姐这是要给他备一份前程？备一份前程，换一个两不相欠。只是他一回来，有些人就留不得。小姐说的是萧公子。睡了，该送你走了。300两银票，城南20亩水田的地契，一身新衣。什么意思？你伤好了，我夫君要回来了，我们到此为止。你的学问人品都是上乘，行情我打听过，自然不会亏待你。这些银钱田产，够你安身立命，娶一房好妻，过太平日子。沈之王，你要赶我走？是请你走。3年，你就给我这么一个交代？不然呢？我是有夫之妇，你是外男，孤男寡女同住一府3年，传出去你我都没命。你要我给你什么交代？我不要银子，不要田契。那你要什么？说不出来吧？说不出来，就拿着。出了这个门，桥归桥，路回路。3年前你救我，3年前问过我是谁吗？没问过。今日赶我，也不必问。只是你记住，是你不要我的。好，我记住，是我不要你的。来日你蟾宫折高，飞黄腾达，也不必念我半分情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管你是谁，我们都该结束了。这个你收好，保你平安，就当全了这3年的缘分。好。庆幸会送你出府。萧燕慈，珍重。萧公子，小姐让我转告，雨大路滑，一路当心。他就没有别的话了？小姐还说，忘了这3年，对谁都好。忘了？他倒说得轻巧。公子，您别怨小姐，姑爷要回来了，您多留1日，害的就是小姐的名节。这满府上下多双眼睛，奴婢们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。我知道。您知道就好。其实这3年，
小姐待您如何，您心里清楚。灶上给您温的药，从来没断过火。萧公子，保重。盼您高中，也盼您别回头了。沈之王，你嫌我碍事，那我倒要看看，赶走了我，这深宅大院护不护得住你？恭迎王爷回京。王爷，3年了，朝中那几位早坐不住了，您再不露面，只怕要生变。本王知道。属下斗胆问一句，您的伤1年前就好利索了，为何迟迟不归？再还一笔旧债。那位沈夫人既已下了逐客令，王爷何不亮明身份？以您今时今日的权势，要什么样的女子能有？亮明身份，然后呢？让她跪着喊本王一声王爷。属下誓言。她收留我时，我是个连姓名来历都说不清的将死之人。她图过本王什么？这样的人，本王平生只见过一个。属下明白了，王爷，接下来有何打算？说说他那位好夫君。是。顾彦舟此人面上端方，外放任上收过盐商的凹井，银钱往来走的全是他身边一名侍女的手。侍女？正是随行那位，名唤婉晴，原是沈夫人的陪嫁丫鬟，备主的奴，攀高的枝，倒是一对。把盐商这条线给本王钉死，人证账目收好封存，日后有用。顾彦舟3年外放，政绩平平，全靠岳家尚书府的脸面撑着。此番回京谋吏部的缺，随行还带着一名侍女，一路同车同宿，毫不避人。很好，吏部那个缺给他留着，本王要亲眼看看他拿什么脸面做他的夫君。是，还有一事，尚书府近日寻回一位流落在外的亲生小姐，不日归宗。京中已有风声，沈夫人这个嫡女假的了。若那位真是尚书亲生，沈夫人在娘家的处境，只怕一落千丈。所以才要查。这消息回来的太巧，巧得像有人掐着日子算好的。真千金怎么找回来的？谁递的消息？一笔一笔给本王查清楚。属下领命。再传令下去，沈府内外给本王钉死。他的夫家、娘家，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，都记在账上。城南基安当铺收着的东西，按原计划备好。是。沈之婉，没了本王，倒要看看谁敢欺你。彦舟可算回来了，一路辛苦。让母亲挂心了，是儿子不孝。夫君别来无恙。母亲，这3年在外，全靠婉晴照料我的起居。她劳苦功高，往后府里要给她个正经名分。这是自然，知冷知热的人该赏。老夫人折煞婉晴了。婉晴蒲柳之姿，能伺候公子，已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万不敢求什么名分。你啊，就是太懂事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夫人安好，婉晴伺候公子3年，若有僭越之处，还望夫人海涵。你既知道僭越2字怎么写，就该知道赤金衔珠是正式头面，绫罗玉质，金钗玉质。按顾家家法，这一身该长嘴。沈之婉，婉晴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做正妻的气量何在？夫君3年不归，一字不递，妾身的气量都用来替你守这座空宅，晨昏定属，侍奉母亲了。夫君若觉得不够，大可以休了我，再立个气量大的。你简直不可理喻。罢了，同你掰扯这些做什么？过几日你回吏部确的事，还得岳父大人递句话。夫君这3年往尚书府递过几封年礼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这句话妾身递不动。夫妻一体，我的前程就是你的前程，你拎得清轻重吗？夫妻一体这4个字
夫君是今日进了这道门才想起来的吗？行了，一家人刚团聚，吵吵嚷嚷像什么样子？知王，兖州刚回来，你少说两句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只是家法是顾家的家法，不是妾身定的。今日欲治不伐，明日这府里就没有规矩二字了。婉晴，把钗摘了，一路辛苦，先下去歇着吧。是，谢老夫人体恤，婉晴告退。姐姐这3年守得可还习惯？习惯不习惯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知婉，你身子弱，府里钟会繁杂，往后让婉晴搭把手。母亲，钟会历来归正妻执掌，让一个侍女插手账房钥匙，传出去，顾家的脸面往哪里搁？夫人放心，婉晴只是帮衬跑腿，大事自然还是夫人做主。好啊，钥匙账册都拿去。你当真应了？母亲发了话，夫君开了口，妾身再拦着，倒显得擅妒揽权了。只是丑话说在前头，钟费的账月月要对，对不上的，一文一厘都要见着去处。出了亏空，是谁的手笔，便是谁的罪过。夫人说笑了，婉晴怎么敢？敢不敢？嘴上说了不算，账册会说话，到时候别哭。小姐，您就这么把钟费让出去了，奴婢咽不下这口气。让出去的是麻烦，不是嫁妆。我的陪嫁铺子、田庄、压箱银，一笔一笔都记在这册子上，谁也动不得。可那婉晴摆明了要踩到您头上去，让她踩。钟父过了她的手，账就脏在她的手，爬得越高，摔下来才越疼。小姐是早料到他们要来夺权，一个急着扶正的奴，一个急着抬人的夫，这也不且还用猜吗？不对。城东绸缎庄上一季的红利怎么平白少了30%？许是生意不景气。绸缎庄是我的陪嫁，掌柜报账从不顾家的手，账目能动，只能是有人伸了手。去，把我的嫁衣箱取来。内衬的金线被拆过，重新缝的针脚，不是我娘家绣娘的手法。嫁衣压在您的库房里，谁敢动？能进我库房又不惊动人的，这府里掰着指头数得出来。小姐，要不要奴婢去查？不急。打草惊蛇，蛇就缩回洞里了。先记下，连着绸缎庄的3成红利一起记下。都算清了之后呢？算清了就该收利钱了。清信、嬷嬷，从今夜起，我的账一笔一笔重新算。夫人，尚书府传话，沈家的局又来了，明日回去看看。我的儿，娘的心肝，18年了，娘总算把你盼回来了。娘，清欢在外吃了18年的苦，如今总算找到家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往后在这个家里，谁也不能再让你受半分委屈，缺什么短什么，只管开口。你这18年受的苦，爹娘10倍100倍补给你。清欢不要金的银的，能在爹娘跟前尽孝就知足了。听听，这才是我沈家的女儿，掉进苦水里泡了18年，心还是金子做的。父亲、母亲来了，来见过你妹妹。不，如今该说，这才是我们沈家正经的姑娘。女儿明白。清欢妹妹一路辛苦。站着做什么？给你妹妹布菜，她爱吃什么忌什么口。你这做姐姐的，往后都要上心。是。姐姐好，这些年是清欢占了姐姐的名分，害姐姐日后难做人。清欢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妹妹这话说反了，占了名分18年的是我，真要论过意不去，也轮不到妹妹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知王，你腕上这只镯子是沈家传给嫡女的，传了4代了。是，母亲在我及笄那年亲手给我戴上的。如今清欢回来了，物归原主吧。娘，使不得，姐姐戴了这么多年，早就是姐姐的东西了。糊涂！沈家的东西，几时轮得到外人戴？母亲说的是，物归原主，天经地义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假嫡女姐姐吗？怎么回了门还大拉拉住着东边的正院呢？若锦妹妹，不许这么说姐姐。姐姐虽不是爹娘亲生，到底养了18年，情分还在的。情分？她一个外人，
占了嫡女的名分18年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一样不是抢清欢姐姐的？要我说，这正院儿也该腾出来了。腾院子我没意见，算你识相。只是若锦妹妹这算账的本事，得回去再练练。我14岁起替母亲操持中妇，这府里上下的吃穿用赋，是我一笔一笔从账上抠出来的。要论抢，这18年是这个家用了我，不是我吃了这个家。你强词夺理，再能干又如何？你夫君3年不归，一个连夫君都拢不住的女人，也好意思在这里摆嫡姐的谱？拢不住夫君是我的命不好，可当面编排姐姐的私事，是你的教养不好。母亲那样偏疼你，连这个都没教过你吗？再说院子，我已是顾家妇，正院与我不过是回门暂住1、2日的客房。妹妹巴巴堵在这里，争一间客传出去，旁人只会笑尚书府的姑娘小家子气，丢的可是清欢妹妹的脸。若锦，别说了，姐姐您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妹妹年纪小，不懂事。清欢妹妹不懂事不要紧，有清欢妹妹这样懂事的教着，快得很。清欢姐姐，她这是拿话刺你呢。急什么？这府里容不下2位嫡媳。小姐，那位真千金看着柔柔弱弱，方才那一出，分明是他把若锦小姐推出来当刀使。看出来了，刀递出去，难听话全是若锦小姐说的，好人全让她一个人做了，末了还要您领她解围的情。庆幸，你长进了。那小姐方才怎么不拆穿她？拆穿一个装柔弱的人，旁人只会说我以大欺小。她要做戏，我便陪她做，戏做得越久，破绽越多。奴婢就是替您委屈，好好一个家，一夜之间全成了别人的。家不是那座宅子，也不是那个名分。记住，靠谁都靠不住的时候，银子和本事最靠得住。尚书府的事我听说了，岳母把传家镯都收回去了。夫君的消息倒是灵通。沈之婉，我把话挑明，吏部那个缺5日后廷议，你回去求岳父递句话，这事成了，你还是顾家体体面面的正妻；不成，你我都没好日子过。夫君觉得一个外人的话递得到廷议上去吗？那是你的事，你总有你的法子。法子也不是没有。你说。第一，中府钥匙还我。一个连自己家都管不住的正妻回娘家求情，尚书府只会当顾家要休妻，谁肯替一个弃女递话？可以。第二，婉晴名分的事缓到你官位落定之后，吏部择选最重官生，后缺之机宠妾灭妻，御史的弹章比你的认书来得快。你倒是处处替我打算。我是替我自己打算。你的官位越稳，我这正妻之位才越稳。一荣俱荣的道理，夫君该懂。好，都依你。5日之内，我要听到准信。尽力而为。别跟我耍花样，你最好记着，你那些嫁妆铺子、田庄都在京城地面上，我要让他们开不下去，一句话的事。夫君这是拿妾身的嫁妆说话了。放心，5日为期，妾身比你还急。明日我亲自登门，你先回去递个帖子。这才像话。岳家的门，女婿的腿，从来比媳妇的话好使。公子，名分的事又要往后拖。婉晴不委屈，只是女人家的年纪可不等人。说什么傻话，让他再得意几日。几日是几日呢？等我官位落定，腾出手来，第一件事就是休了他。公子说话可算话。他沈之婉如今在尚书府就是个笑话，没了娘家撑腰的弃女，一纸休书的事，到时候这顾家正妻的位子就是你的。那婉晴就等着公子。只是公子外放那3年的账都在妾身手里收着，如今中府要是要还他府里的旧账，万万不能让他翻了去。皇上，账在你手里过，印却都是他的印，真翻出来，脏的也是他。还是公子思虑的周全。夫人明鉴，红历早备齐了，月初就按数封好了。是府上的安管事拿着顾府对牌支走，说是夫人的意思。安管事，我院里没有。那对牌千真万确是顾府的对牌。支银子可留了字据？留了，画押回支在此。好，这回支我借走。往后我的红历只认我与亲信母2张脸，对牌也不作数。还有一桩，
老朽不敢瞒，安管事临走撂了话，往后每一季红利都由他支取。这是有人把嫁妆当钱袋子。对牌出自顾府账房，能调对牌的除了老夫人，只有新掌中父的那一位。这回之上的字回去比佛经，便见分晓。这条街要修缮，每间铺子交50两。光天化日，你们这是讹诈！有人报官，尔等强讨勒索，人赃并获，带走。冤枉啊！小的才刚开口。夫人受惊了，街面不太平，铺子里再有事，随时报官。多谢官爷，谁报的官？民妇想当面道个谢。小的也不知。我们还没报官，许是哪位街坊提前报的。官差来的也太快了，快得像一只候着。庆幸，你看见了吗？看到什么？回至巧，官差也巧，巧2次就是有人搭手。这位贵人图我什么？老夫人，公子，奴婢不敢隐瞒，奴婢接受中柜对账，库银短了200两，织银的批条上是夫人的私印。什么？之婉，你掌中驻步这些年，竟敢亏空库银？母亲不妨先问一句，这批条是哪一日开的？上月16。上月16，我回尚书府赴家宴，天黑方归，府里上下人人可证。我的私印锁在庄匣里，从不离身。倒要请问，是谁能打开我的庄匣？夫人这是疑心婉晴。婉晴接手中狱才几日，何苦自己往自己身上泼脏水？之婉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回回顶撞，回回有理，可印是你的印，账是你掌过的账，你让我们信谁？母亲信印不信人。那好，请母亲传账房比对批条笔记，再传库房问那200两的去向。一炷香的功夫，水落石出。传什么传？闹得满府皆知，你要顾家的脸面往哪里搁？原来夫君心里也清楚，这案子一查就破，接手几日就查出亏空，倒像是早知道账上哪一页有现成的窟窿。够了，批条上是你的印，白纸黑字，这就是铁证。账目不清，家风不正，传出去我顾家的脸面何存？沈之婉，去祠堂跪着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起来。夫君连查都不查，查什么？难道婉晴会冤枉你不成？好一句，难道婉晴会冤枉你？夫君这句话切身记下了。小姐，垫一垫吧，青砖太凉了。拿开！我要让这满堂的顾家祖宗看清楚，他们顾家的儿郎是怎么作践一个清白媳妇的。小姐，何苦呢？明日奴婢去寻老夫人身边的妈妈说说情吧。不必，从今往后，谁的情都不必求了。庆幸，你说这世上可有讲理的地方？有，一定有的。夫家不讲理，娘家不讲理，那就只剩一条路了，我自己给自己讲理。列位先人在上，你们顾家的儿郎宠妾灭妻，是非不分。我沈之婉今日跪在这里，跪的不是我的错，是这桩瞎了眼的婚事。今日我对天起誓，这门亲我不要了。跪了一夜，想明白了？想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去给婉晴赔个不是，这一篇就算翻过去了。我想明白的是另一件事。顾彦舟，我们和离吧。你说什么？和离，好聚好散，两不相欠。反了你了！我顾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开口闭口和离，你的妇德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只是副经理没教过媳妇如何伺候夫君的外事。什么外事？那是伺候彦舟的人。彦舟在外3年，你可端过1碗茶，缝过1件衣。夫君在外3年，家书拢共5封，封封只问银钱。
媳妇儿纵想端茶，也得够得着千里之外的手。沈之婉，你拿什么跟我和离？你娘家不要你了，你那点嫁妆攥在府里，你出了这个门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的嫁妆64台，单子在官府存着当，夫君扣得了一时，扣不了一世。好得很。那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你出了这个门，活不过3日。那便试试。燕州，跟他废什么话？来人，请夫人回院。没我的话，一步不许出门。不劳动手。和离书，我等着。小姐，您真当堂提了？提了。他们肯吗？自然不肯。我如今对顾燕州还有用，尚书府这座桥，他还指望踩着过河。那可怎么办？让他知道这座桥塌了，踩不得了。到那一日，不用我开口，他自己会把和离书递到我手上。可咱们被禁了足，连门都出不去。禁足禁的是人，禁不住账，也禁不住礼。小姐，万一顾延州狗急跳墙，真对您下狠手呢？眼下他不敢，他的前程要从尚书府门前过。我活着是他的脸面，我出了事，头一个被查的就是他。那等他官位落定了呢？所以和离这一仗要打在他落定之前，快比什么都要紧。小姐，尚书府来的。照我明日回府训话，顾燕州的手伸得比我想的还快。他这是恶人先告状，告得好，两家凑成3堂会诊，省得我一家一家跑。青杏，把那张绸缎装的回执收好，明日带上。我让你跪下！做出这等丑事，你还有脸站着？敢问母亲，女儿做了什么丑事？你还敢问？燕州都告到府上来了，无故提和离，忤逆婆母，构陷妾室，桩桩件件，哪一项是为人妇该做的？构陷妾室，顾家几时有过妾室？一个无名无分的绿女，倒先成了我构陷的苦主。之婉，和离2字，从今往后再不许提。我沈家的女儿没有和离的先例。父亲，前几日母亲才说沈家的东西轮不到外人带，这会儿我又成沈家的女儿了。女儿到底是什么？父亲能不能给个准话？放肆！娘，您消消气，姐姐也是一时委屈，说的气话罢了。姐姐，和离不是儿戏，传扬出去，沈顾两家的脸面都要扫地。爹爹在朝中最忌讳家宅不宁，您忍一忍，为了爹爹，也为了这个家。妹妹一口一个家，这个家用我的时候我是嫡女，我求这个家时我是外人，如今要拿我去填顾家的火坑了，我又成了沈家的脸面。妹妹，脸面这2个字真是好使。够了，之王，我只问你一句，和离的念头断是不断？不断。好，那你听仔细了，你执意和离，沈家与你恩断义绝，族谱除名，生死不问。女儿记下了。孽障，你是要活活气死我们！母亲保重身子，您若气出个好歹，自有清欢妹妹事迹，轮不到我这个外人。女儿告退。岳父大人怎么说？尚书府说，我若和离，族谱除名，恩断义绝。听见了吗？连你亲爹娘都不要你。沈之婉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收回那2个字，回你的院子绣花去。往日种种，我既往。我的嫁妆呢？什么？我的嫁妆呢？绸缎装3季的红利，库里短了的9台香楼，田庄2季的出息。夫君既然要谈，先把这笔账谈清楚。夫人这话好没道理，嫁妆进了顾家的门，便是顾家的产业，哪有做媳妇的自己攥着的理？放期书还没落印，你倒替顾家当成家来了。婉晴说的没错，你的就是顾家的。你要和离可以净身出户，你要嫁妆也可以老老实实在顾家待到死，2条路自己挑。挑什么？我都要。你说什么？休书我等着，嫁妆一文都不能少。疯了！我看你是真疯了。一个娘家除名夫家不容的弃妇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拿什么？夫君很快就会知道。小姐，如今2头都断了，咱们真的一点指望都没有了吗？指望从来不在别人身上，账在理在，我就不算数。可账册正本锁在顾家账房，他们要毁不过一把火的事儿，所以要快。什么人？嫁妆账册副本，存城南季安当铺
凭此奸取。谁送来的？这深更半夜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又是玄色，小姐会不会是圈套？顾燕州设局引您私出府门，好坐实您的不是。不像，设局的人不会替我留绸缎庄的回招，更不会替我拦地痞。这只手护了我们一路。那这位贵人到底是谁？图咱们什么？不知道。可眼下，这是我唯一的路。庆幸，备衣裳，明日一早去济安当铺。夫人稍后，东西早就备下了。64台嫁妆，逐台逐件，连绸缎庄3季红利被冒支的日子、对牌的编号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抄这本账的人，比我自己还清楚我的嫁妆。掌柜的，托你存这东西的是什么人？回夫人，是一位公子。再多的小老儿实在不知，人家也吩咐了，不许多嘴。总有个模样吧？高矮胖瘦，口音衣着，总记得一二。模样是顶体面的，瞧着像个读书人，话不多，赏钱道重。哦，对了，小老儿留意到一样东西，那位公子的腰间挂着半枚平安符。半枚平安符？什么样的平安符？你仔细说。杏黄的符带，旧得发白，叫那断口旗帜，原本该是一整枚掰开的半枚。那公子时不时用指头摩挲它，瞧着是个顶要义的物件。好，保你平安。不会的，他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，哪来这通天的手段？小姐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掌柜的，多谢。今日之事，烦请守口如瓶。夫人放心，当铺的规矩，死人嘴最严。萧燕慈，是你们？小姐，打从出了当铺，您就没说过一句话。那位贵人，您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人选了？平安符是我亲手塞给他的，断口在左，符带杏黄。京城再大，也巧不到这个份上。可萧公子2个月前才出的符，身无长物。这账册副本，掌柜说存进当铺足有1月了。1月前，他还住在我的西院。那他岂不是住在咱们府里的时候，就把顾家账房的底摸了个干干净净？一个连账房门朝哪边开都不该知道的养伤书生，抄走了顾府最深的一本账。庆幸，你说我养了3年的，到底是个什么人？会不会是哪家的探子借咱们府里落脚？是探子，犯不着救我。回事、官差、苏县，这一路桩桩都是救命的及时雨。他在护我，可他越护，我越看不懂他。那小姐打算怎么办？仗先用，仗先打，等赢了这一仗，我再去问他，当面问，问个清楚明白。64台嫁妆，入府时逐件造册，如今库里短了9台。绸缎庄3季红利被人冒支，田庄2季出息不知去向，白纸黑字，桩桩有据。你哪来的这个东西？夫君不必管他从哪儿来，只需告诉我这是谁的手笔。夫人，府里账目繁杂，怎好冒支红利用的对牌编号在册，对牌从账房领出，领牌人的签押，要不要我当众念一念？住口！家主岂可外扬？沈主任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很简单，第一，和离书落印；第二，万缺的嫁妆折银补齐；第三，我带着我的东西干干净净出这个门。你休想！那这本账就只好送到该看的人手里。夫君后缺在即，吏部最重官声，治家不严，侵吞欺产，御史的折子上哪一条好？你敢威胁我？这是夫君先教我的。你说我出了这个门，活不过3日，我不过是有样学样。好一张利嘴，当年娶你瞎了眼。这是夫君今日说的头一句实话。这桩婚日瞎了眼，哎呦，我的心头，疼得很！夫人，快请大夫！母亲，沈之婉，你瞧瞧你干的好事！母亲若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。合离的事，等母亲病好了再议。这病生的可真是时候。公子，老夫人这一病能拖几日？她那本账太毒了，桩桩都打在点子上，拖得了初1，拖不过15。那依你怎么办？账册抄本再厉害，终究咱们账房抄走的。正本今夜一把火烧个干净，到时候他空口无凭，那抄本是真是伪，还不是任人评说。烧了正本，万一他还有后手。公子，账册能毁，人也能毁。一个失了娘家、张口闭口要和离的疯妇人，
哪一日想不开投了井，又有谁会多问一句呢？你这心思越来越深了。婉晴的心思从来只为公子一个人。夫人，出事了！城里3家丝线行今早同时回话，说咱们的货断了。3家一起断？定秦原数退回，多一个字不肯讲。公断庄300两大单也叫人截了胡，有人出双倍价买断咱们工期。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3家一起，这是有人诚心掐咱们脖子。查过是谁的手笔吗？伙计私下透话说上头打过招呼，是位府里的贵人，再问就不肯说。府里的贵人，好得很，前脚谈崩，后脚就动我的铺子。小姐，是顾彦舟，他没这么细的心思，断货结单，挑的全是女人家才懂的命门。这手笔是婉晴。夫人，绣人们等米下锅，没有线，下月活计就要断了。活一断，人心就散了。工钱照发，一文不少，人心不能散。线的事我来想办法。可这京城丝线行拢共就这么几家。夫人，门外有家商行求见，说是来送线的。小人是通泰商行的，听闻贵房缺上等苏线，特来送样，请夫人过目。头水苏线，成色比丝线行的还高一等。贵行的规矩怎么讲？价钱按市价9折，账期随意。夫人什么时候方便，什么时候结。9折，账期随意。贵行做的是赔本的买卖。东家吩咐了，头一回打交道，交的是长远。贵东家是哪一位？怎么称呼？东家不常露面，吩咐小人的话，小人传到就是了。那烦请回去带一句话：沈之婉谢过贵东家雪中送炭，只是无功不受劳。这线我按市价全价收，账3日一结。这夫人又何必？就这么定了。另外，敢问一句，贵东家的腰间是不是挂着半枚平安符？小人不知，小人告退。庆幸，瞧见没有？他不敢答。小姐，难道真是萧公子？可他一个赶考书生，哪来这通天本事？是啊，他哪来的本事？这个问题我得当面问。先生，沈夫人到了，小人告退。果然是你。夫人安好，别来无恙。萧燕慈，你不是进京赶考去了吗？怎么，账房先生的树优比功名还优人？科场3年一开，人总要吃饭。东家赏识，我便先记着账。好一个先记着账。那我问你，西安当铺里那一册账是谁记的？夫人说什么账，在下听不懂。丝线9折，账期随意，也听不懂。商行让利，抢的是丝线行的生意，夫人不过赶巧。赶巧？萧燕慈，你抬起头来看着我说，墙头的悬衣，报关的上头，当铺里的读书人，腰间还挂着我给你的平安符。这世上没有这么多巧。夫人既然都认定了，又何必问我？我要听你亲口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欠了夫人3年汤药钱的人。我不要你还，可我要还。萧燕慈，夫人赶我走时说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应了。可我没应过要走远，我说过，我会留在你看得见的地方。我如今官司缠身，名声烂了大街，你沾上我，没有半点好处。好处？夫人3年前救我的时候，图过好处吗？你这笔账倒记得清楚。我的账，一笔一笔都记着。丝线的账3日一结，一文不会少。还有那枚符，我给你是保平安的，不是让你拿来做腰牌认亲的。它很灵。王爷，顾府账房昨夜走了水，嫁妆账册的正本烧了。让他们烧，灰烬封存了吗？封存了，行文师爷验过，残页上的对牌编号尚可辨认，足以补正。很好，烧账灭迹又是一条罪，记上。是，只是属下不明白，王爷方才为何不认？夫人分明已经猜到了，她猜到的是账房先生背后有人，不是摄政王。这时候认了，他这一账就成了狐假虎威。属下愚钝，他要的是自己赢，本王可以递刀，不能替他挥刀，懂了吗？夫人，您改的这套双面异色绣，昨儿才挂出去1日，订出去12件。城西的官眷都打发人来问，说从没见过正反2色的帕子。苏线既然比旁人的好，就要做旁人做不出的东西。传话下去，凡织挽绣的伙计一律藏暗记，少一针都不许出门。暗记？双面绣的夹层里藏一个挽字，针法用我娘家的盘金回纹，外人便是拆开了也仿不出来。小姐这是防着谁呢？防着眼红的人。好东西一路投，跟着学的抢着偷的都会来。这就是织万绣，
正反两色，真巧夺天工。给我包4件。多谢夫人。哎，我说句不中听的，外头那些闲话我们是不信的。手上有这等功夫的人，心思都在针线上，哪有空做那些烟杂事？夫人明鉴，只晚记下这份情物。说起来，沈夫人这藏暗记的主意，倒像官府文书的章法，滴水不漏。夫人说笑了，女子无凭无势，想护住自己的东西，只能比旁人多想3步。这话实在。改明儿我引几位手帕交来，你这绣坊啊要火。那之晚先谢过夫人，头一回的针线给夫人按7成算。哟，会做人。姐姐如今绣坊开得红火，连贵人都搭上了。妹妹这话，倒像早知道今日会遇上什么人。姐姐误会了，我不过是替你高兴。妹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哪里认得什么贵人？是吗？那妹妹今日独自一人逛市值，倒是出息了。托姐姐的福，娘说我闷得慌，准我出来散散。姐姐如今抛头露面做买卖，妹妹还怪羡慕的，多自在。自在是真的，被人断了货源，结了订单，再从泥里自己爬起来的自在。妹妹要不要也试试？姐姐说话还是这么有趣。这帕子真别致，正反两色，亏姐姐想得出来。这样吧，这方帕子妹妹买下了，留个念想。妹妹喜欢，送你。那就多谢姐姐了。姐姐的好东西，妹妹一向很喜欢。小姐，她要那帕子做什么？她那个眼神不像喜欢，倒像是在称分量。称吧，让她称一称这方帕子接不接得住她的手。夫人，出大事了！锦绣阁今早挂出新样，名叫清欢绣，正反双色跟咱们的一模一样，3成，价钱压了3成，还放话出来说织挽绣才是仿他们的，好不要脸！分明是他偷了咱们的样子。锦绣阁背后是谁的产业？明面上是个皇商，听说近来跟尚书府走得近。好，台子他既然搭好了，咱们就上去唱。周娘子，去锦绣阁下个帖子，织挽绣球当面比对，请各位买主夫人做个见证。小姐，要不要先报官？报官告仿冒，拖上3月5月，绣坊早垮了。生意场的仗要在生意场上打，一刀见血，当天见效。当面比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我让他偷的走皮，偷不走骨。诸位夫人请看，碧格的清欢绣，针脚细密，才是正宗。有人眼红生意，上门碰瓷，欺人太甚。掌柜的，先别忙着喊冤，2家样式一模一样，总有一家是偷的。沈夫人，你下帖子请我们来，想必是有真凭实据。有，只是这凭据不在我手里，在帕子里，是不是碰瓷，一验便知。王夫人，劳烦您亲手把2张帕子的夹层各拆开一角。拆帕子？织挽绣每一方的夹层里都藏着一个挽字，盘金回纹，是我娘家绣娘的不传之功。是真是仿，夹层里见真章。呀，真有个挽字，这一边的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仿得了皮，仿不了骨。掌柜的，你说是谁碰谁的瓷？拿仿品冒充正宗，还倒打一耙，这买卖做得忒不地道。咱们走，往后再不踏这家的门。姐姐好手段，妹妹过奖，下回偷东西记得连骨头一起。一方帕子罢了，赢了又如何？你赢得回名声，赢得回婚事，赢得回娘家吗？名声长在人嘴上，婚事是我自己要丢的。至于娘家，那是你抢去的。妹妹，抢来的东西攥得越紧越硌手。沈之婉，你等着，我要让你一无所有。巧了，我也正等着看，到底是谁先一无所有。大喜呀！婉晴有了身孕，咱们顾家有后了。母亲，儿子想好了，婉晴有功于顾家，名分的事不能再拖了。恭喜，只是夫君忘了，妾室进门要正妻点头写进族谱，我没点这个头。你还有脸说？进门3年，你的肚子可有半点动静？闪肚无出，7出枝条你占了2条。婉晴怀的是顾家骨血，你敢拦着，就是容不下人。母亲这话颠倒了，夫君3年外放不归，媳妇便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变不出孩子。这无出的罪名，该问夫君的腿，问不到我的肚子上。放肆！强词夺理！燕州为何3年不归？还不是你这正妻不贤，拢不住人心。原来夫君宿在哪张床上，也是媳妇的罪。母亲这套道理，媳妇儿今日总算开了眼界。倒是婉晴这一胎来得真巧，和离谈不拢，账房刚走了火，转头就有了身孕。
一环扣一环，跟唱本里写好的一样。夫人，您不信婉晴，总该信肚子里的孩子。您要恨婉晴一人就是，何苦去诅咒一个没出世的孩子？够了，沈之华，你这般刻度，传出去，看还有哪个肯说你半句好。明日起，婉晴挪进东乡，养胎分离按双份走。你再敢冲撞她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好啊，那就请魏太医先把这道喜脉做实了，我亲自给他道喜。用不着你家好心，李郎中今早请过脉了，2个多月了。李郎中，咱们府里采买药材的那位李郎中。夫人疑心李郎中，那婉晴明日就请太医来复一回脉，免得夫人日日悬心。胡闹！你如今是双身子的人，太医署的门槛是好他的，子欣动了胎气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他做主。2个多月，这京城里能买通的又何止一个李郎中？沈之婉，你慢慢查，等你查明白了，我早就是顾家正头的奶奶了。到那一日，跪着伺候人的，就该换成你了。夫人，这几日不对劲，王夫人他们突然都不登门了，定好的活计也打发人来退了，天亮上的闲话也变了味儿，钱脸要叫那国督处。说我什么？赵石姐，说您守空房那3年，府里养过一个来路不明的野男人。前一半是顾家的口风，后一半是要我的命。夫人，私德的闲话最毒，官眷们宁可信其有，往后谁还敢登咱们的门？闲话不会自己长腿。查哪几家茶馆传得最凶，说书的拿了谁的钱，挨家去问。还有件蹊跷事儿，昨儿有2家茶馆的书人，忽然就不讲那一段了，听说是让人请去喝了回茶，回来就换了本子。哦，谁请的？打听不出来，茶馆的人讳莫如深。又是这只看不见的手。先生留步，您台上那段《深宅杜甫》编得活灵活现，敢问是哪位高人供的本？姑娘是个明白人，本子嘛是一位管事老爷送来的，点名连讲10日，钱都付清了。哪一府的管事？这可不敢说，要砸犯法的。姑娘自己听见的，我可什么都没说。那位老爷出门坐的车，挂的是尚书府的招牌。小姐，是尚书府，顾家泼脏水也就罢了，那可是您的娘家，您的养父养母怎么也下这种死手？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这是为什么？我执意和离，沈家除了名，还堵不住悠悠众口。最干净的法子，就是把我的名声先弄臭。我臭了，和离就成了我的错，沈家顾家反倒都成了被我连累的体面人。天底下哪有这样做爹娘的？养了18年，我也以为不至于，如今看来是我把那点情分估得太高了。要不要把说书人的话录个口供，咱们去官府告他们一个无人清白？告不动，流言无主，管事不认，尚书府一句奴才妄为就推得干干净净，那这亏就白吃了。不白吃，他们急着泼脏水，说明他们急了，人一急就会出错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总不能任他们泼。明日备车，我再回一趟尚书府。有些账要当着面算，才算得清。女儿今日来，只问一件事：茶馆里那段深宅杜甫，是府上哪位管事送的本子？什么本子？我听不懂。点名连讲10日，银钱付清，腰牌是尚书府的。母亲要听，我把说书人请来，当面对质。之王，坐下说话。站着就好。父亲、母亲泼我的脏水，能替沈家挣回什么？你如今出息了，跟爹娘说话都带刺了。刺是这1个月里长出来的，先是族谱除名，再是满城脏水，刀子一刀一刀的来。女儿不成器，就只能躺下挨。既然你都查到了，我也不瞒你，是我让人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闹和离，闹得满城风雨，
顾爹在朝中叫人戳着脊梁骨，你的名声臭了，旁人才会说是顾家娶了不贤之妇，是沈家错养了白眼狼。这个家的体面总要有人背，所以就让我来背。你以为我们愿意？是你自己不识抬举，让你忍你不忍，让你回头你不回头。一个女人家没了夫家，没了娘家，你拿什么活？拿我自己这双手，母亲忘了，这个家的账是我管出来的，外头那门生意是我一针一线做起来的，我离了谁都活得成。你是捡来的，清欢才是我10月怀胎掉下来的肉。手心手背，我总得护着亲生的。之晚为家族计，你认命吧。认了，沈家日后还能给你一口饭。父亲也是这个意思。好，18年，我替这个家挡过御史的构陷，14岁接过中府，若锦出痘，是我守了7月的药毒。我从前想，我虽不是亲生，总还算半个女儿。今日才明白，我连外人都算不上。外人还犯不着拿来垫脚。芷婉，话别说绝了，你娘的法子是过了些，可她也是为了这个家。你若肯回头，合离的事一往不咎，爹亲自去顾家。父亲，您还是没听懂，我不要回头路，我要的是公道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法子。不劳母亲想法子了，只一句话，今日之后，流言再有一句出自尚书府，我就把8年前父亲让我顶下的那桩账原原本本递到督察院去。你敢！父亲，您终于肯抬头看我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胳膊肘往外拐的白眼狼！母亲骂的是，只是白眼狼记恩也记仇。二位好生保重。小姐，您方才说的8年前那桩账到底是什么事啊？你进府没赶上，我15岁那年，父亲被政敌参了一本，说他收受河道上的银子。这跟您有什么相干？那笔银子走的是母亲裴家铺子的账，至多申迟，查到父亲头上是要罢官的。芷婉，爹的难处方才你都听见了，御史3日后就要传问内宅。父亲是要女儿说那笔账。委屈你了，一个内宅姑娘记错账，申斥几句也就过去了。等风头过了，爹补偿你，你是爹的好女儿，爹这辈子记着你的情。女儿听父亲的。所以您就担了个糊涂记错账的名声。打那以后一亲就难了。高门嫌我糊涂，挑挑拣拣，最后说给顾家是什么良配？是拿您换顾家在吏部的门路吧？青杏，你越来越敢说了。奴婢是气的，您替他顶罪，他转头拿您填窟窿，如今窟窿填平了，亲生的回来了，您就成了用完可以扔的。这18年您图什么？图什么？图他们换我一声婉儿的时候，真当自己有个家。小姐，那桩账如今还翻得出来吗？都8年了，账消了人没消，父亲清出一方才，他怕了。可那兵是您爹，真递到督察院，您下得去个手？递不递在我，怕不怕在他。这把刀握在手里比捅出去有用。奴婢明白了，这些话奴婢烂在肚子里。若锦出痘那年，我守了7碗药炉，母亲搂着我说，婉儿真是娘的小福星。那一声我记了8年。慢点跑，仔细摔着，娘的心肝。娘，你快来呀！走吧，往后这条路绕着走。夫人，天大的好事儿！京兆衙门昨儿拿了2个宋棍，正是编您那段书的祖宗，当堂审出来，受人钱财，捏造污蔑，判了加号3日，游街示众。街上全传遍了，说有人花钱买黑嘴，泼一位守节夫人的脏水。如今风向全倒了，人人都在骂买黑嘴的缺德。沈夫人，我就说嘛，清者自清。我那几位手帕胶今儿全要来下定。对了，外头还传那素棍咬出来的东家跟某府的管事对得上眼儿。夫人消息灵通。还有更热闹的，今儿一早督察院一位御史递了折子，参的就是纵奴行凶、污蔑命妇的歪风。虽没点名道姓，可满朝上下谁不往尚书府身上想？御史的折子也来得这么巧，可不是嘛？沈夫人，你这官司打的，连老天爷都站你这边，你倒是一点不好奇？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谁泼的水，谁自己心里有数。京兆衙门几时这么勤快了？流言传了10日不闻不问，一夜之间连人带口供全齐了。又是那位贵人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出第2个人。
不行，你说一个商行的账房怎么使得动京兆衙门？要不您再去问问？问了，他也只会答我一个字：抢。夫人，订单堆成山了，要不要再添2个绣娘？添，趁着势头把场子做大。废物，2个宋棍都看不住。如今满城都在猜是谁买的黑嘴，岳母今日递话来，骂我办事不密，连累了尚书府。公子息怒，这事透着些，偏偏京兆府无名无状，怎么偏偏就盯上那2个宋杠了？还有账房走水，正本是烧干净了，可他手里那册抄本又是谁给他？你想说什么？公子，沈之婉背后有人，泼出去的脏水有人接，桩桩件件都赶在咱们前头半步。是谁？他娘家弃了他，京中故旧避他如蛇蝎。到底是谁在背后帮他？查，就从那家宋思县的通泰商行查起。通泰商行3个月前才在京里挂的牌，东家从不露面，背后这潭水深得很。公子如今是吏部的人了，调一调商行的市级文书，不过一句话的事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这潭水里养的是条什么鱼。顾大人，吏部用人，第一看官声，第二看门风。听说府上近来不大太平啊。家务琐事，让大人见笑了。来，知网，给刘大人敬酒。大人，妾身先替夫人敬您一杯。夫人身子弱，不胜酒力。哦，这位是内子的陪嫁，府里伺候的人。正妻在座，势必带酒。顾大人府上的规矩倒是别致。大人见谅，妹妹是怕妾身说错话，心急了些。夫人倒是大度。大人，妾身敬你。妾身没读过几本书，只记得一句齐家治国。哦，夫人这话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大人方才垂问府上太平不太平，妾身不敢欺瞒。家中账房上月失了火，账册烧了个干净。妾身的陪嫁账上短了9台。府里一位婢女有了身孕，请卖的不是太医，是府里采买药材的郎中。大人您评评，这算太平还是不算？沈之王，他酒后胡言，大人莫怪，他近来犯疫症。妾身没病，妾身这杯是替谷家给大人赔罪。家宅如此，还要劳动大人为夫君的官声作保，妾身愧礼。顾大人，治家似乎不大高明啊。部里头早有闲话，说顾家宠婢灭妻，门风有亏。本官原当是小人嚼舌，今日一见，大人，下官冤枉。今日尽兴了，本官还有公务，先行一步。大人留步，下官送大人。沈之婉，你毁我前程！夫君的前程若这么不经悔，那也不配叫前程。公子息怒，夫人这是诚心激您，仔细气坏了身子。贱妇，今日不教训你，你不知道顾家的家法是什么写的。放手！放手！今日在刘大人面前，你给我留过脸吗？我的官途，我的脸面，全让你踩进泥里。你的脸面是我踩的，账是你烧的，嫁妆是你扣的，假胎是你护的。顾延州，你的脸面是你自己一寸一寸丢光的。顾大人，酒楼里动手打女人，明日一早，满京城就都知道了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管顾家的家务？通泰商行的账房，沈夫人绣方的丝线账，3日一结，在下今日
正好来对账。对账？深更半夜对的哪门子账？商行的规矩，账清人净。倒是大人，深更半夜在后廊堵自家夫人，对的又是哪门子账？我见过你，画像上的，你就是他养在西院的那个书生。公子，是他。流言里那个野男人竟真有其人，如今还敢追到夫人身边来。哈哈哈，好得很。沈之婉，我说你哪来的底气跟我斗？原来是旧情未断，私通外男，人赃并获。这回轮到你跪着求我休了。满城皆知，你我之间谁私谁通，要不要去公堂上掰扯掰扯？你巧言令色。顾大人，想清楚再说。账册在此，楼下电火皆可作证。倒是大人深夜在酒楼后廊对发妻动手动脚，被多少双眼睛看在眼里。在下告退。顾大人，慢用。去查这个账房，祖宗18代都给我翻出来。是，公子您瞧，把柄这不就自己送上门了吗？还有你，回府之后禁足，我倒要看看没人递刀，你还能蹦跶几日？有些人的祖宗18代，不是谁都翻得起。沈之婉，自己看，西院的婆婆认了，门房认了，连你院里洒扫的丫头都认了。寒门书生萧燕慈在你西院养了整整3年，养伤3年，他重伤垂死倒在府门外，我救人一命，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。同府3年，绣坊门口他又寻你，私通外男，你洗得清？以童俗婉情，清白吗？我是男人，律法治妇人的妻出，几时治过男人的防卫？夫人，公子这也是给您留最后的体面。真闹上公堂，抛头露面、吃苦受辱的，终归是您啊！听见没有？2条路：第一，签字画押，净身出户，嫁妆一文不许带，此事一笔勾销；第二，明日我就递状子，告你私通，让你和那个穷书生一起加号有界。好狠的算计，拿一个救命之恩换我全部嫁妆。3日后2家长辈同堂，你当面给个答复。3日后，妾身一定。这么晚，出什么事了？顾延州查到你了，画像、口供都齐了，他要告我私通，拿你做人证，逼我净身出户。然后呢？然后，萧燕子，你听不懂吗？私通的罪名落实了，我是加号，你是流放，你一个读书人，功名前程一辈子就完了。我的前程不劳夫人操心。你当然能说不劳我操心，可顾燕川咬住的是我，拖下水的是你。你露面一次，他的状子就厚1份；你再来绣谱一次，他就多1份证据。那就让他记，他的账越厚，将来翻起来越好看。将来？你拿什么跟他讲将来？你到底为什么回来？京城这么大，你去哪里不好？偏偏绕着我的绣府转，偏偏要把自己送到顾燕州刀口上。还债。萧燕慈，我把话放在这里，你的债从今晚起一笔勾销，我不要你还了。我的绣府，你也别再来了。债主说了不算。夜深了，我送夫人回去。不必，你若跟出来，才是真害我。账放下，银子结清，你走吧。夫人今日有些不一样。从今日起，绣坊的丝线放回原来的丝线行，通泰商行的账今日清。萧燕慈，你以后不要再踏进绣坊半步。因为顾延州那张画像。因为我想明白了，萧燕慈，我们两清了。3年前我救你是举手之劳，这几个月你帮我恩情我领，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谁也不欠谁。这不是你的真心话。我的真心话就是顾燕州要拿你做私通证据，你再来一次就是往他刀口上送。我的官司我自己打，我的路我自己走，你再缠上来，我就当你居心叵测，图我钱。沈之婉，你赶我这一回跟3年前那一回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那一回你备了银票、田契、新衣，怕我路上受委屈；这一回你只想我跑得越快越好，越远越好。沈之婉，你在怕什么？我没什么可怕的，你少自作多情。你怕他们伤我？我说了出去！你再站在这里，顾远州就多一条咬死我的证据。好，我走，东西物归原主。我不要，给你就是你的。沈之婉，这枚符不是你给我的那一天才到我手里的，等你想起它从哪儿来，我就回来。王爷，
顾燕多的人在查通泰的事迹，还买通了画师，照着画像满城寻人。要不要属下处置？让他查，他能查到的都是本王想让他看的。账房的户籍文书已经还干净了，画像对不上官档，到了公堂谁也做不实。很好，3日后两家对质，把当铺掌柜、说书人都备好，绸缎庄的回执也放在他够得着的地方。是，只是王爷，您就这么走了？夫人那边他在赶我，也在护我。这一仗打完，就轮到我了。王爷，还有一事，沈清欢身边多了面孔嬷嬷，去过锦绣阁，也见过顾府的人。哦，两头都搭上了。盯紧些，看他想做什么。是，王爷打算几时回朝？朝里催得急了。等他自己把那扇门走出来，本王就回去。回去之前，把他后头的路扫干净。小姐，安神汤，都后半夜了，您还看那枚符？姓黄的袋子磨得发白，断口齐成。他说这符不是我给他那天才到他手里的。这话什么意思？符不就是您3年前给他的吗？我也以为是，可我竟翻来覆去的想，这符从前在哪儿见过？不是3年前，更早。我幼时身上就带着这一半，府里的老人说是我襁褓里就有的物件，另外那半枚去了哪里，我记不得了。会不会是小时候弄丢了？不是丢。方才闭眼那一瞬，我好像看见是我自己亲手把它递出去的。递给谁？什么时候？小姐想起来了吗？想不起来。小姐别急，越急越想不起来，睡一觉兴许就好了。但愿如此吧。偏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心里乱得很。喝吧，趁热。拿着活下去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血、热粥、平安符。小姐，先喝药吧，别再想了。许是日有所思。小姐，您先把眼前这关熬过去吧，后日就是两家对峙了。小姐，奴婢说句僭越的，萧公子那句话听着不简单，倒像是他比您自己还清楚这符的来历。是啊，他都知道，偏偏要等我自己想起来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有些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就不作数了。那万一您一直想不起来呢？那他就一直不回来，哪有这样赌气的？后日的账要紧，把当铺的木匣取出来，绸缎庄的回执，还有说书人的供词。哎，奴婢这就去取。小姐，真到了那一步，他们俩合起伙来咬死您，怎么办？咬吧，我这条命是从泥里爬出来的，不怕咬。咬吧，我不怕咬。人都到齐了，那就把话说死。私通书生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沈之王，净身出户，还是公堂上见。今日无论如何要有个了断，顾家的门楣经不起再拖了。亲家母只管放心，今日老身亲自登门，就是来了断。母亲今日来是替女儿撑腰的，还是来送行的？撑腰？你做出这等丑事，娘也撑不起。之晚，娘给你指条活路，对外称你疾病去了，送去城外家庙，两家各留体面，让我活着进家庙，对外发丧。母亲，这是活路还是埋人？那你想怎样？私通案一旦坐实，你是死罪。娘这是在救你的命。家庙的斋饭，沈家出还是顾家出？我名下3间铺子的契书进哪一家的库房？你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那点子产业？一个对外发了丧的活死人，名下东西可不就任人分了吗？这才是家庙的真用处吧？胡说八道！我顾家稀罕你那3间破铺子吗？账房那把火烧的可不是我的破铺子。燕州，别跟他废话，把状子递了。最后一次，净身出户或者家庙，两条都是死路，挑什么？慢着，状子真递上去要过堂。家的姑娘当堂受审，老身这张老脸往哪里搁？在意？难道等着他翻天不成？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来人，明日一早递状京兆府。好啊，递吧。他疯了，事到如今还笑得出来？我笑你们，一个怕过堂，一个怕翻天。到了这一步，还当我是8年前那个任人拿捏的沈之婉，要鱼死网破是吧？好，那便鱼死网破。一样一样看，嫁妆账册抄本64台，短了9台。绸缎庄冒之红利的回执画押在此，
买通说书人污我清白的口供，签字在此。顾彦舟，你烧了本本，烧不了天下的纸。伪造，全是伪造的！一个内宅夫人哪来的这些东西？是不是伪造？京兆府验得出来。你不是要递状子吗？正好，咱们一案并一案的审。你休想攀咬！私通的案子，画像口供俱在，先治你的罪。画像？好啊，那就请夫君把人带上公堂，我倒要看看你画上那位萧书生，户籍何在，路政何在？官档里查无此人的一张画像，几个收了银子的婆子就想定我死罪。顾大人在吏部当差，是这么断案的？查无此人，不可能！我的人明明什么？明明合得清清楚楚，对不上，立不住，所以你才急着今日让我认下，因为你这份文书根本站不住脚。知婉，适可而止，真闹上公堂，沈家也要。沈家怕什么？怕我顺嘴说出8年前河道银子的旧账吗？母亲放心，今日只算顾家的账。你想怎样？3件事：第一，和离书今日落印，是和离，不是休妻。第二，我的陪嫁礼，绸缎庄、绣坊、城南银楼3间铺子的契书还我。第三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64台嫁妆，你只要3间铺子，剩下的就当我喂了狗。我要的是这扇门，不是你顾家的血。不过你记着，今日我让出去的每一台，日后都有人替我一台一台的讨回来。拿支笔来。小姐，咱们真的出来了。出来了，庆幸，记住今日，从这一步起，我沈之婉的每一步都是我自己的。恭喜姐姐得偿所愿。只是姐姐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妹妹特地来送我，真是有心了。好戏才开场呢，姐姐慢走不送。庆幸，走，回我们自己的家。小姐，官府的文书下来了，女户立成了，往后您就是自己的户主。好，把文书供到案头上，这是咱们家的第一件传家宝。夫人，3间铺子也都盘整清楚了，绸缎庄换了新掌柜，银楼重新开了炉，绣坊的订单排到下个月去了，工钱一律涨2成，跟着我从泥里爬出来的人不能亏待。还有桩新鲜事儿。城南的官衙行来问，有官眷想订整套的嫁妆绣活，点名要双面异色，开价不低。接，嫁妆活计最显手艺，做好了就是活招牌。好嘞，奴婢这就回话，把定钱先收下来。对了，夫人，绣坊部的匾提个什么名号？总叫织挽绣，像个货名，就叫自度坊。自度坊，佛度有缘人，我没那个缘，自己度自己。小姐，您笑了，这1个月奴婢头一次见您笑得这么松快。从前在顾家笑要看人脸色，在沈家笑要分真心假意。如今这院子里想笑就笑，不想笑就板着脸算账。板着脸算账也好看，是吗？就是，往后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没人立规矩，没人甩脸子，这日子给个神仙都不换。对了，夫人，今早门上收了份贺礼，没留名帖。小姐，这是……收起来吧，不退回去。往哪儿退？他连人影都不肯露一个，要不要打发人去通台问问？不问。为什么呀？他说等我想起来，他就回来。我还没想起来，巴巴的去问，倒像是我先服了软。哎呀，小姐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较这个劲儿？有些劲不较，眼下这口气得撑着。小姐，您这话听着是怨他呀，还是想他呀？胡说什么？干活去。人都到齐了，就差顾大人了。青圣贤，今夜的事天知地知。嬷嬷放心，小的嘴严。二小姐吩咐了，今夜议定的事，3家口径要一致，谁也不许抢先动手。明白，明白。
顾大人，深夜相邀，妹妹可是担着名节的风险来的，有什么话开门见山吧，妹妹做不长。侄儿小姐爽快，咱们各有各的过节，仇人却是同一个。是吗？妹妹倒听说顾大人的过节是自己作出来的，宠妾灭妻闹到刘侍郎跟前。二小姐若是来看笑话，现在就可以走。别急啊，笑话归笑话，正事归正事，说吧。那位夫人如今春风得意，女户立了，铺子开了，连刘侍郎府上的女眷都开始用织挽绣了。所以呢，这跟妹妹我有什么相干？所以她多得意一日，你我就多难受一日。她手里攥着我的把柄，也攥着尚书府的旧账，这样的人留着，迟早是大祸。顾大人想怎么做，明刀明枪。上回的状子是怎么递不出去的？大人忘了？他背后有人。查过了，通泰商行事迹干净的反常，东家像凭空冒出来的，越是查不出来头，越说明来头不小。所以不能硬来，要让那位贵人互不胜乎。哦，细说。商路、民生、产业三样齐下，贵人手再长，拦得了一样，拦不了三样。等他焦头烂额，人人喊打，那位贵人便是通了天，也救不回一个烂在泥里的名声。我娘正嫌他那3间铺子碍眼，商路我未婚夫家一句话的事儿。至于名声，喏，他从前写给府里的家书，字迹、口气都在这儿。二小姐这是要家书？光有字迹仿出来的线，经得起对质吗？他若留了字稿，公堂上一笔就穿。所以不上公堂，满城去贴，贴他个铺天盖地。市井小民要的不是真假，是热闹。等到人人都唾他的时候，真假还重要吗？二小姐高明，3人成虎，众口铄金。市井的唾沫淹死人不偿命。仿信的代笔是我从江南寻来的老先生，仿了一辈子字画，断不会留破绽。事成之后，人即刻送出京，死无对证。好，那商路这一头，我去投永英侯府，3日见效。错了，商路本就是我的，不劳大人。大人要做的是把族里那条线递给我娘，他那3间铺子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去处。那民生这一路就交给妾身安排人手。很好，诸位静候佳音。毁一个女人，先毁她的名声。这一回要毁的她永世翻不了身。夫人，邪了门了！城里的染坊、县行、绸庄，连南边的老货路一夜之间全断了。这回不是3家，是全城。全城，好大的手笔！通泰商行呢？通泰的线还供着，可染厂不接咱们的活儿，光有线染不出色，一样做不成货。就不能再寻别家吗？寻了，人家一听是给织挽绣供货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说是上头有贵人发了话，谁接谁关门。哪位贵人？永宁侯府。永宁侯府，沈清欢的未婚夫家。好啊，连嫁妆都没抬进门，就先替沈家当起差来了。侯府凭什么管到咱们头上？咱们没招他，没惹他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侯府不过是把刀，握刀的手在尚书府。夫人，要不要去通泰商行递个话？上回断线是他们救得急。不去。为何？人家摆明了肯帮咱们。上回是3家，这回是全城，还带着侯府。再让他伸手，就是把他往火坑里拖。这一回，我自己想法子。另外，南边的信货路，托镖局递信，问问外务行情。京城容不下，咱们就往外走。沈夫人，对不住，这批活计我得退了。夫人这是怎么了？你别问了，问了我也臊得慌。
我们老爷昨儿下了死话，再用织挽绣，就送我回娘家。满京的官眷都得了话，往后谁家女眷用你的东西，男人的官途就要受挂落。是永宁侯府的意思。夫人，听我一句劝，避避风头吧。这一回的来头，不是你扛得住的。我先走了，你多保重。小姐，订单退了一半了，后头绣娘们都眼巴巴看着呢。传话下去，工钱照发，活计减半，一个人也不许辞。天塌下来，先吃饭。夫人，账上的银子撑不过2个月，2个月够了。夫人哪来的底气啊？官眷的路一断，绣房就剩零散客人，撑不起这个坛子啊。官眷的路断了，就走百姓的路，把双面绣改成小样，帕子、扇套、荷包，价钱压下来，走货郎，走集市。贵价的手艺贱价卖，亏啊，夫人。亏本也要让针线赚起来。手艺这东西，停上1个月，手就生了。夫人哪来的底气啊？没有底气。可我要是先慌了，这满房的人就真散了。瞧瞧，沈氏写给野男人的情书，啧，这词儿可真露骨。白纸黑字，这回来不掉了吧？怪不得巴巴的急着和离呢，原来早有了去处。哎，这沈氏前阵子不是才被人冤枉过一回吗？怎么又无风不起了？一回是冤枉，回回都是冤枉。小姐，满城都贴遍了，说是您写给萧公子的私信，什么山盟海誓的混账话，全按在您的头上。好毒的手笔！夫人，这字怎么瞧着像我的字？起笔收锋，7分像，寻常人看不出真假。怎么会？谁能把您的字仿到这个地步？能拿到我笔记的人不多。我从前写给尚书府的家书，对的账目，抄的佛经，都留在沈家。又是他们！他们到底要把您逼到什么地步才肯罢休？你看这信里的称呼口气，处处往死里写。官眷封杀是不许我赚钱，这信一出是要官府治我的罪。上回要的是我的铺子，这回要的是我的命。夫人，坊门外已经有人扔烂菜叶子了，绣娘们吓得不敢出门。夫人，要不要先报官？伪造书信污人清白，官府总该管。要报，可你们想过没有？状子递上去，头一件事就是验字，7分像的字，3帮衙役的眼，验得出来吗？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。所以底稿要紧。我留底的家书有日期，有印笺，信里提的事儿桩桩对得上人证。假信编得再像，编不出真日子。可外头的人不听这些啊，他们只看热闹。让他们看，热闹是一阵风，官司是一颗钉，风刮过去就散了，钉砸下去才是一辈子。闭坊3日，门窗下栓。庆幸，把我留底的真家书全找出来，一页都不许少。东西人都带走，王爷有令，留活口要供词。统领还吩咐了，顺着这条线往上摸，抓住接头的人才是王。嘘，走。沈氏之术皆族令，你私德败坏，秽乱门风，连累族中女眷1亲都遭人指点。族中议定，你名下产业即日起交由族中代管，以庆效尤。三叔公，我和离之时，母亲亲口说沈家与我恩断义绝，怎么如今收产业的时候，族规倒想起我来了？放肆！除名的文书还没办，你一日在族谱上，一日就得守沈家的规矩。原来如此，要赶我走的是你们，死活攥着不放我走的也是你们。留着我这个名字，原是为了今日好名正言顺的抢我的铺子。放肆！这是代管，不是抢。等你悔过自新，族里自然悔过自新之日，就是物归原主之时。三叔公，这话8年前父亲也说过一回，他说等风头过了补偿你，说他一辈子记我的情。诸位记的这些情，都记在哪本账上？能拿出来给我看看吗？黄口小儿竟敢编排长辈！沈家养你18年，
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？18年，三叔公既然提了，那就算算这18年的账。我14岁掌中父，替府里省下的嚼用，够不够还我的口粮？替父亲顶的那桩账，折成银子，又该怎么算？翻了天了！跟他废什么话？3日之内，3间铺子的契书交到族里，逾期不交，按族规处置。进猪笼、陈堂，祖宗的规矩可都还立着。母亲何必再装呢？是你逼的。沈之婉，识相点，你已经没有路了。信是你的字，满城唾骂，破路断绝，坐吃山空。如今族令在此，你拿什么跟我们耗？拿3日。3日？你还想翻出什么花样来？翻不翻得出，3日后母亲自然看得见。什么？你们给的3日，我接了。3日之后，咱们就看看出这道门的是契书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。冥顽不灵，走。小姐，您的手在抖。气的，清醒，嬷嬷，我要写状子。这一回民告族，我跟他们当堂掰扯。小姐，民告族赢过的能有几个？没有几个，那就从我开这个先例。可万一官府也偏着他们呢？族老们在衙门里都是有头脸的。偏吧，公堂上输了，我还有最后一步。什么？登文鼓，敲到御前去。我倒要问一问这天下，可还有讲理的地方？奴婢陪小姐敲。堂下审视，你状告有人伪造书信污你清白，又告族中强夺产业，可有凭证？大人请看，这是满城张贴的所谓私信，这是民妇历年家书的比对3处。其一，日期，假信上说3月16夜会书生，可民妇留底的家书写明3月16那日，民妇在城外田庄对账，庄头店村10余人可证。继续讲。其二，用印，民妇的家书向来私印，上只有签名，无印。民妇写挽字墨笔回封，假信上的挽字墨笔出封，请大人明察。字迹确有出日，日期人证亦可传。来人，传田庄庄头听审。大人，字迹之说是他一面之词，恒之不是他事后改了笔法。三叔公这话有意思，族里巴巴赶到公堂上来，是怕民妇赢，还是怕民妇输？老夫是为族中名声。朕是告族中夺产，族令上明写的是代管，你为何咬定是夺？回大人，这代管无年限、无账目、无归还之期，三无之管，天下间哪有这样的代管？借而不还谓之骗，管而不归谓之夺。大人，这丫头牙尖嘴亮，惯会颠倒公断。肃静！本案信签真伪存疑，私通之说暂不能定。产业代管一节，既有争诉，族中暂缓执行，后本府查明再断。退堂。小姐赢了，只是缓兵之计，回去再说。恭喜夫人，出战告捷。你来做什么？3言2语，连京兆尹都信了大半。只是夫人，证人这种东西，今日能帮你，明日也能帮别人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听说夫人娘家陪嫁的那位老绣娘最近手头紧呢，儿子赌钱欠了印子钱，利滚利的，造孽。小姐，她什么意思？孙妈妈手头紧，关咱们什么事儿？她在递话，这一仗他们要从孙妈妈身上翻盘。孙妈妈是看着您长大的，她不会的。印子钱能淹死人。清醒，她不是来吓唬我的，是来看我笑话的。她在告诉我，这步棋他们已经落下了。清醒，快备车去孙妈妈家。哎，堂下孙氏，你是沈氏的陪嫁绣娘，她的笔迹起居你最清楚。本府问你，那些信签是真是伪？回大人，信是真的。孙妈妈，夫人写给那位萧公子的信都是老身递送的，还有夫人呈堂的那些家书底稿，是上月夫人让老身寻了旧纸，照着做出来。孙妈妈，你抬起头来看着我说，我7岁跟你学针线，你教我盘经回文的时候说过，针脚就是人品。你抬头看着我的眼睛说，老身句句属实，求大人明断。孙妈妈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儿子欠的债是谁替你免的利？你今日这一跪，往后夜里睡得着？老身不知道夫人在说什么。大人，人证在此，
审视私通事实，伪造底稿欺瞒公堂，罪加一等。是，还有何话说？大人，证人之子签下印子前，3日前债主突然登门免利，请大人传达债主一问，便知这证词值几斤几两。通口判葬，可有实据？容民妇3日，3日之内，民妇必。大人，他又要拖延。本案证人证词在堂，审视所呈底稿存伪，判信前一案审视败诉，名下产业准其族中所请，即日代管。夫人，我们不是不肯留，是封门文书已经贴下，谁也进不去了。族里已经交代，留下的人也会被牵连。我们对不住您。走吧，欠大家的工钱我托人补上。周娘子，你也走。夫人，走，留着手艺，留着命。日后我若回来，第一个寻你。小姐，族里的文书也到了，出名了，说您败坏门风，逐出族谱，往后生死不问。小姐，咱们回家吧，雨太大了。青杏，你说孙妈妈当年教我针线的时候是真心的吗？是真心的，小姐，她也是被逼的。被逼的，人人都是被逼的。那谁来逼一逼他们的那些人呢？都没了。怎么这么疼？小姐，您醒醒，您先说句话呀！城里的大夫都让族里打了招呼，没一个肯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小姐，您要是有个3长2短，奴婢也不活了，都怪奴婢没用，连个大夫都请不来。同台上好，同台上好！小公子，求您一定要在啊！烧了多久？从傍晚烧起来的，水米不进。萧公子，大夫都不敢来。我的药香，我懂些医。光是真诚吗？小姐这几日水米都不进。方子我开好了，照着煎，1日3回。他底子好，烧一推就能进食。慌什么？别拿走，那是我的铺子，我的自督坊，一针一线都是我的。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谁也拿不走。萧言慈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做梦就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吧。我那么努力，账算的比谁都清，理站的比谁都足，我到底哪一步走错了？为什么人人都要来踩我一脚？你没有走错，是这个世道错了。沈之婉，你听我说，你赢了公堂第1回，赢了锦绣阁，赢了河里，你从泥里把自己拔出来3回了。这一回输的不是你，是他们买通了天平。天平也买得通吗？买得通，所以接下来换一杆他们买不通的秤。世上哪有这样的秤？有，你睡，秤我去找。我抖不动了。那就睡，睡一觉，醒了天就晴了。够了。萧公子，照顾好他，3日之内任何人不许放进来。那您去哪儿？萧公子，您说句实话，您到底是什么人？大夫们都不敢来，为什么您敢来？我是什么人，明日你就知道了。记住，3日之内门外有人守着，天塌下来也砸不进这个院子。王爷，3年了，这身蟒袍，属下日日熏着，就等今日。3年，穿布衣的日子，倒比穿它自在。那王爷为何还要穿回来？因为有人需要他能压住的东西。王爷，太医已经派去了，后半夜退了烧，夫人睡着，没敢惊动。好，朝里什么动静？听闻王爷归府，今夜地铁司的车马摆出2里地，吏部的、户部的，还有几位侯爷都不见。卷宗，不言中烧账灭迹，侵吞欺斩，构陷发起。外上任上深收盐商孝敬，政练已全。晚清，假运欺主，买通郎中，构陷库尹，组织散播伪信。沈清欢主使伪造书信，买通宿棍，勾结永宁侯府封锁商路，收买证人孙氏。尚书府强夺产业，纵容流言。还有8年前河道银子的旧案，孙氏的儿子欠的印子钱是谁免的？出面的是晚晴的人，银子走的是沈清欢嫁妆铺子的账，一个出人，一个出钱，倒是亲相。江南那个代笔的老先生呢？他们要送他出京灭口，半路让属下截下了，连人带仿写的底样都收在牢里，人证物证一样不缺。很好，王爷，属下斗胆有疑问，这些罪证桩桩件件早就起了，您若早1个月发作，夫人何至于受今日这一场？本王说过，他的账要他自己打，可如今不一样了。他讲理，赢下了所有讲理的账，是他们掀了桌子，买证人，弄公堂。讲理的路是他们亲手堵死的。
那就别怪本王不讲理。属下明白了。还有，宫里那位听闻王爷回府，遣人送了手谕，说朝政积压，请王爷早日还朝。回话，本王明日先了结一桩私债，接下来如何安排？明日辰时，尚书府要逼他按手印。王爷连这个都知道了，他身边有人照看，每个时辰都有平安消息递回，我怎会不知？备好随行礼仪，把文书一并带上。明日辰时，本王亲自登门。是，仪仗用全副还是半副？全副。明鞭开道，黄门唱名，本王要让满京城都看清楚，本王娶的是谁家，护的是什么人。属下领命。属下斗胆，登门的名目是讨债。3年的债，11年的债，一起讨。人来了就。沈之婉，官府判了，族命也下了，今日按了手印，从此两清。姐姐别怪妹妹多嘴，您如今官司败了，名声没了，连族谱都除了名，按个手印，换个安生，不亏的。本官今日是念在夫妻一场，特来做个见证。手印一按，私通的案子，本官就不再深究。沈之婉，这是你最后的体面。好一个最后的体面，把人逼到绝路，3位还要凑齐了。亲眼看着我按这个手，少废话！我若不按，那姐姐明日就该进大牢里绣花了。私通伪证，哪一条都够姐姐效力。沈清欢，伪信是谁造的？孙妈妈是谁买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天？姐姐到这一步还信天呢？这京城里权就是天，势就是天。姐姐您呐，没了天喽。磨蹭什么？来人，按着他的手。松手！谁动的他？来迟了。萧燕慈，你……是我，抱歉，来迟了。长房，书生，你是顾大人，别来无恙。上回酒楼对账，账没对完，今日本王亲自来对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你瞒了我，是我不对。玄甲卫，把沈之婉名下产业全部起封。是。今日在场之人，一个都不许离京。王爷，这都是家事啊！王爷明鉴，之婉她是臣妇的女儿。女儿？本王记得沈氏之婉已被尔等逐出族谱，生死不问。那是一时气话。族谱上除了名的人是你们亲手写下的，从今往后，她的生死本王问。王爷恕罪，下官有眼无珠，下官不知是王爷您，下官该死。你知道的不少，你知道她的嫁妆好拿，知道她的名声好毁，知道她孤身一人好欺。顾彦昭，你很知道。下官不敢，下官再也不敢了。本王只说一遍。3日后，京兆府重审信迁一案，本王亲自听审。届时谁的手伸过，谁的银子走过，一笔一笔，当堂对清。重审？怎么，沈二小姐怕了？方才不是说得很好，这京城里权就是天。那么现在，本王就是天。摄政王，我打过的人，要挟过的人。是摄政王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公子，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稳住。3日后重审，要紧的是手脚干净，账房的灰早清了。孙妈妈那头，孙妈妈算什么？银上的账呢？外放那3年的银钱往来，你都收在哪儿？收在妥当的地方。公子放心，那些账面上处处是夫人的私印，真到了对时那一日，脏的也不是你。还有那些信，违信的原件、底样，一张都不能留，今夜全烧了。妾身亲自去办。公子，万一，妾身是说万一真到了不可收拾的那一步。没有万一，去。什么人？来人！来！王爷有令，政务归档，人带回王府候审。不关我的事，是顾彦中，都是顾彦中让我做的。到了堂上，有你说话的地方。糊涂！满城贴信买通孙氏，这些事你们是怎么敢做的？如今摄政王亲自听审，桩桩都要见光。老爷，
事已至此，骂有什么用？得想法子啊！爹娘慌什么？信是江南老先生仿的，人早送出京了，死无对证。孙妈妈那头咬死了，就翻不了案。送出京了，人现在何处？可有回信？这按脚程早该到江南了，许氏信还在路上。许氏，沈清欢办这样的事，你跟我说许氏？那爹想怎样？当初拿家书出来的时候，娘也是点了头的。这条船上没有谁是干净的，要不去求求王爷？老爷在朝多年，总有几分薄面。薄面？王爷3年前御赐出京朝里落井下石的折子，老夫也递过一份。如今想起薄面了。王爷，晚晴焚正，人赃并获，已收押。从他袖中搜出的伪信原版，刑事事业连夜验过了。讲，原版信杀上有压脚的私印示意，印泥未净，比对过了，是沈清欢急逼时所制的私印，由泥成色，分毫不差。主谋定。夫人，奴婢们回来了。您说过，您若回来，第一个寻我。说话算话，都回来了就好。工钱补双份，今日开工。小姐，外头都传遍了，京兆府贴了告示，伪信案、夺产案、烧账案3案并查，摄政王亲自听审，满城都炸了锅，说那位王爷是为了您，让他们传去干活。夫人，您这心可真稳得住。换了旁人，王爷那样的人物，王爷是王爷的事，账还是我自己的账。王爷深夜驾临，民妇该将什么礼？沈之婉，不敢。民妇姓沈，单名一个之万，从前救过一个书生，养过一个账房。哦，原来都是同一位王爷在屈尊。你在骂我？我不敢骂王爷，我只是想问，3年，我喂药的人是你，遣散的人是你，当铺的贵人是你，账房先生还是你。萧燕慈，你瞒了我3年，有意思吗？没有意思，每一日都像在火上烤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说了，你待我的那些好就变味儿了。你给将死的书生1碗药是善，给摄政王1碗药是攀附。我贪心，想多留几年那个不掺一丝杂质的好。你倒是会算，那这几个月呢？当铺、官差、丝线，你一路扶我，又一路看我摔。公堂败诉那日，大雨里，我差一点就起不来了。你既有通天的手段，为什么不早一点？那是我此生最难熬的一夜。我在你床边坐到3更，刀架在我自己心口上。可我若早出手，你赢下的每一仗，都成了王爷的恩典。沈之婉，我不要你这一辈子活在欠我的影子里。所以你就宁可看着我摔？我接着你，每一次都接着。摔疼了是我没用，这笔账你也记在我头上。还有一句，今日一并说了。3年前你救我，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什么？我重伤倒在你府门外，不是天意，是我自己挑的地方。沈之婉，我找了你很多年。找我？我们何时？等你想起那半枚符从哪儿来，我再把下半句说完。又是哑谜。站住！最后一个问题，满城都在说摄政王为一个和离妇人大动干戈，你不怕人言吗？怕你听了不痛快。至于本王，人言这东西压得住别人，压不住天。骂够了吗？没骂够，明日我再来领。王爷，盐商的案卷今早递进了督察院，淮南盐中纠通
3年间孝敬顾堰州白银4万两，账目信件，周通本人的画押供状一应俱全。吏部什么动静？刘侍郎雷厉风行，今早就下了文书，顾堰州停职待客。还有，顾氏族中递了陈情，说顾堰州所作所为与族中无干，请朝廷明断。树倒猢狲散，连自家的族都抢着切割。他本人呢？在府里砸了一上午的东西，方才递了帖子到王府，求见王爷。哦，帖子上写的什么名目？写的是故人求见。故人，把帖子退回去，附一句话：本王的故人都在公堂上候着。是。还有，永宁侯府递了请罪折子，说封锁商路是府中管事擅作主张，已将人捆送官府。另外，侯府主动退了沈清欢的亲事，退亲了。侯府倒是识时务，听说退信文书送到尚书府，沈清欢当场砸了半个屋子。他的账在后头，跑不了。孙妈妈那头审得如何？印子前的代主招了，勉励的银子是婉晴的人给的。孙氏听闻王爷接手此案，当夜就哭着递了番供状。好，明日开堂，把婉晴一并带上，本王要让他们当堂对咬。王爷英明，狗咬狗，咬出来的才是真东西。孽障！停职文书都贴到府门上了，你还砸！母亲，王爷把帖子退回来，他不见我，他要在公堂上当着满城的人扒我的皮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族里今早送来了分家文书，要把你这一房单划出去，自生自灭。你父亲留下的脸面全让你败光了。分家好啊，分得真快。当初我升官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他们分？事到如今，你就听娘一句，明日公堂把罪都认了，求王爷开恩，兴许还能留条活路。认罪？娘，您还不明白吗？这一切的祸根是谁？是沈之婉，没有他哪来的王爷？要我死可以，我得先拉个垫背的。兖州，你要做什么？你以为拉了垫背的你就能瞑目？兖州，娘求你了，认命吧！认命？娘，我从寒窗苦读到金榜题名，再到今日身败名裂，统共不到10年，你让我认这个命？那也是你自己一步一步做出来的。当初之婉哪一点对不住你？是你非要宠那个奴婢。够了！事到如今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兖州，顾堰州，烧毁账册，侵吞妻产，收受盐商贿银4万两，3罪证据在此，你可认罪？大人，冤枉！账房失火是天灾，银钱往来，下官一概不知，全是这贱婢经手的。账是他管的，银是他盖的，大人明察。顾堰州，事到如今，你拿我顶罪。当年是谁教我做的假账？盐商的银子进了谁的私库？你说账是我管的，那我问你，你书房暗格里那本真账，要不要我背给大人听？你胡说！贱婢血口喷人！我胡说。3月初7，周通送银8000两，你收进暗格，赏了我1只金钗。5月12又是6000两。大人，桩桩件件奴婢都记着，奴婢愿出手作证，只求大人开恩。婉晴，你这个毒妇，我待你不薄。待我不薄？你拿我的手做赃账，拿我的名顶罪责。顾堰州，咱们两个从来就是彼此手里的刀罢了。来人，按婉晴所供，搜顾府书房案。之婉夫妻一场，你帮我说句话。我知道错了，当年是我鬼迷心窍。你心善，你最心善，求你，求王爷饶我一命。夫妻一场，好，那我们就论一论这场夫妻。3年空宅，你给过我一封问安的家书吗？我病在床上，你递过一碗水吗？顾堰州，你还记得你说过什么吗？你说要休也是你休我，你逢人便讲是顾家休弃了沈氏，那是气话，都是气话。我也有一句话压了很久了，休书一封，今日补给你。上面写的明白，顾堰州宠妾灭妻，构陷发妻，贪赃枉法，德行败坏，沈氏之婉，休之。不是你休我，是我休你。王爷，这休书与李治准。李治治得了君子，治不了禽兽。本王今日批的不是休书，是公道。既如此，本府宣判延至3日后，待暗格账目和核验，数罪并罚。顾堰州取宝回家，不得离京半步。退堂。沈之婉，你赢了，可你记着，我顾堰州就是死，也不会让你痛快。都是你自己挑的，好走，不送。搜出来了，暗格里的账一本不少。堰州，3日后宣判，娘去给你收拾几件换新衣服，流放的路上。流放？娘觉得我还能活着走到岭南吗？王爷要我死，沈之婉要看我死。别说傻话，认了罪，王爷金口在堂上说过，一律办，不株连。一律办？好一个一律办！娘，我问你，咱们府上从前那个出土老万，是不是去了沈之婉的绣坊帮工？老万？你提老万做什么？你看着娘的眼睛，你要干什么？娘，您老了，睡得早，有些事
不知道也好。你是要去学沈之婉的晦气？燕州不能再错了，你如今是戴罪之身，再添人命，那是凌迟的罪呀！人命，一个落魄妇人暴病而亡，谁会查？谁敢查？王爷会查，那位是什么人？你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吗？所以才要快，判决一下，不就走不了了？没什么，儿子想通了，认罪伏法，娘去歇着吧。沈之婉，黄泉路上总得有人陪，你拆了我的台，我便断了你的命。咱们这对怨仇，谁也别想善终。夫人，新吃的雨前龙井，您润润嗓子。放着吧。夫人，小的斗胆多句嘴，这茶是小的特意给您挑的，您一定要喝啊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夫人，趁热喝，凉了就糟蹋了。老万，杵在这儿做什么？后厨不忙啦？忙，这就去。青杏，老万是什么时候来房里的？上月周娘子建功的时候来的，递过荐书，说从前在大户人家掌过勺，手艺是不错的。怎么了，小姐？她有什么不妥吗？没什么，她方才那双手抖得厉害，许是天冷吧。对了，小姐，官衙行那单嫁妆绣活催着看样呢，您可别忘了。知道了，对完这页账就画样。你把绸缎庄的册子也搬来。哎，奴婢这就去。小姐，绸缎庄的册子，诶，茶怎么不喝？青杏，把我装甲里那只银簪取来。银簪，快去，脚步放轻，别声张。毒，小姐，是老万的茶。手抖成那样，劝茶劝得像求人赴死，我若再喝，就是蠢死的。去后门看着，他必定要跑。夫人受惊了，此烙翻墙便跑，撞在属下手里。夫人饶命，是顾彦州，顾大人给了小的50两，还有这瓷瓶，说只要夫人喝了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小的猪油蒙了心，夫人饶命啊！50两买我一条命，倒是不贵。小姐，您方才明明早瞧出他不对，怎么不说一声，吓死奴婢了？说破了他就不递这盏茶了。茶不递，证据不全。夫人好胆色，属下方才在房梁上手心全是汗。原来房梁上一直蹲着人，难怪王爷夜里睡得这样安稳。夫人，人证物证俱全，属下即刻押他报官。顾彦州谋害人命，数罪并罚，这一回谁也保不住他了。去吧，告诉京兆尹，民妇明日去送一送故人。岭南长育之地，3000里的路，你这一去，娘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你一面啊？娘，回去吧，是儿子不孝，往后您多保重。时辰到了，上路。沈之婉，你来看我的笑话。我来送你，毕竟夫妻一场这4个字是你在公堂上教我的。我到今日还在想，新婚那年你替我缝过冬衣，温过书房的茶。沈之婉，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恨我的？从你让婉晴动我嫁衣的那一年。嫁衣，一件嫁衣，对你是一件嫁衣，对我，是我对那桩婚事最后一点真心。你连他都护不住，还纵着旁人糟践。路上想明白了，往后的路，别再糊涂。沈之婉，大人，民妇身怀6甲，律法有云，孕妇当缓刑慎审，你们不能动我。婉晴，本府今日审你3罪：其一，谎称有孕欺主妻官；其二，串通郎中为诊，构陷主母。先审这一胎，传太医。回大人，此女脉象平滑有力，并无半分孕息。再观其面色舌苔，非但无孕，半年之内必是常服寒凉避子之药，药性犹在。张太医可有差错？人命关天，下官以太医院牌印作保。大人若要复核，可请院判再诊。胡说！孕妇怀的是顾家骨血，李郎中亲口诊的喜脉，你们官官相护，串通了害我！放肆！公堂之上咆哮攀误，先记一过。李郎中已于昨日招认，授你白银200两，为诊喜脉。
还有这本回春堂的兽药底册。自去年9月起，你按月购红花3000，从未间断。婉晴，你拿一个不存在的孩子欺主母、欺夫主、欺公堂，你可知罪？大人，民妇知罪，可民妇是被逼的。大人开恩，民妇愿出手。民妇检举沈清欢，违信是他主使，孙妈妈是他出银子买的，桩桩件件民妇都能作证。事到临头，倒是谁都肯卖。夫人，我手里真有沈清欢的把柄，他亲自见过江南的代笔先生，家书抵押是他亲手交的，我还知道。你说的这些桩桩件件，人证物证早收在该收的地方。婉晴，你最后这点筹码不值钱了。不可能，你们怎么会？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每一件事都有人看着记着。夫人最知道民妇的苦处，民妇也是身不由己啊。沈清欢一案，王爷另有专审，轮不到你在此讨价还价。今日只审你自己的罪。来人，画押收监，3日后并案宣判。我还知道好多事，大人。小姐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他还在攀咬，真是江山易改。他攀咬归攀咬，沈清欢的事倒未必是假。您是说归宗不是巧合那一句？3件事撞在一处了，真千金归宗的时机，婉晴急着出手的口风，还有当初就有人说过那消息回来的太巧。庆幸，明日递帖子给墨统领，我要看一看当年寻亲的旧档。升堂，今日审婉晴被主构陷一案。沈氏，你是苦主，所诉各节可有增减？回大人，没有增减，所诉各节桩桩有据，民妇听凭大人秉公发落。孙氏，你前番番作伪证，今又翻供，本府再问一遍，前供后供哪个是真？今日句句是真，前供是假的。婉晴姑娘寻上门来，替老身的儿子免了印子钱的利，若不照着他的话讲，就让老身儿子的债利滚到死。老身糊涂，老身对不住夫人。老臣不血口喷人，分明是你自己贪银子。贪银子？大人，银票老身一文没敢花，元丰带来了，上头回春堂的封票还在，是不是从他手里出去的？一查便知。呈上来。婉晴，本府再给你念念你的账。构陷主母私吞库银，是你伪盖私印；主母嫁衣的金线，是你拆去打了头面；满城张贴伪信、散信的人手，是你一手安排买通。人证、物证、银钱来路俱已查实，铁案如山。你还有何话讲？婉晴，我只问你一件事：你9岁进子，我娘家把你当半个女儿，学针线，我让孙妈妈先教你。逢年裁衣，你我从来一人一份，我何曾亏待过你？一人一份，沈之婉，一样的衣裳，你穿是主子，我穿是奴才。你坐着的地方，我跪着。你家人是10里红妆，我陪嫁过去还是个伺候人的丫头。你问我你哪里亏待我？你的命好就是最大的亏待。原来如此，不是我负你，是你见不得我。夫人，老身对不住您，您要打要罚，老身都认。只求您日后别记恨老身那不成器的儿子。孙妈妈，伪证的罪，官府会断。你儿子的债，我替他平了，往后让他离印子钱远些。针线上的恩我记着，公堂上的账也得算，从此两不相欠。夫人，老身给您磕头了。对，我见不得你，可笑你如今还有王爷护着，凭什么好处都是你的？凭我没把心思花在别人的命上。花言巧语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王爷待你是真心？他那样的人物都玩腻了。住口！你到死都没明白，我有人护持，不是因为命好，是因为我在泥里打滚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像你这样把刀子捅向身边的人。人犯咆哮公堂，掌嘴，拖下去，后判。铁案如山。您来了，宣判就在明日，您是来救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来是把话说清楚。说什么都好，夫人肯见我，就是还念着旧情。旧情？事到如今，你倒还记得这2个字。看在我伺候您10年的份上，您发热是我守了3夜，您出嫁是我替您剿灭，主仆一场，求您留我一条命。伺候10年，所以你知道我的私印，也知道嫁衣所，知道我的字迹。你递到我心口的每一道，都是拿着10年情分磨快的。是顾延州许我名分，夫人，我也是个可怜人啊。可怜人？这世上谁不可怜？孙妈妈被你拿儿子拿捏，我被你们里外合谋。可怜，从来不是作恶的射手。同样从泥里出来，我往上爬，你往人身上踩，这就是你我走散的地方。
我念旧情，所以给你按律发落的体面，不私刑，不折辱。你的命，律法说了算，不是我，也不是王爷。你一句话就能救我？我若开口救你，孙妈妈算什么？被你们泼脏水的我又算什么？律法这杆秤是我拼命搬回来的，冷心冷肺总好过黑心烂肺。当日你劝顾彦舟说账册能毁，人也能毁，可想过今日好自为之。沈之婉，你站住！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沈清欢他回府认亲根本不是巧合，他早就……吵什么？范夫胡言乱语，惯会攀咬。他方才那半句话如实记账。是，小的这就记。不是巧合，沈清欢，你到底还藏着什么？他早就什么？想什么？门开着，雪都飘进来了。婉晴那半句话，他早就什么？我已让墨池去查，查之前先别费神，手伸出来。做什么？冰的，对着灯做了几个时辰了。王爷的手倒是暖。摄政王别的没有，火气大。贫嘴，朝里多少折子等着批，夜夜往我这小院跑，不怕御史参你？参了。那你还来？你点灯，我批折。说正事，顾家败了，婉晴折了，下一个是沈清欢了吧？他的罪证齐了，只差归宗真相。你的身世也有交代。我的身世，你也在查？你不是没根的人。查到了吗？快了。穗子又散了。上回是谁夸口说结得很好？拿来。你倒熟练。熟能生巧，这穗子我结过很多次。他在你手里才几个月。沈之婉，你算错了。他陪了我11年。11年？我给你才3年。雪大了，我走了。谁许你走了？御史许的。横竖参也参了，不来白不来。萧燕慈，你站住！11年前，我才12岁，我那时候拿着活下去。想起来了就来寻我，我等了11年，不差这几日。11年，雪，热粥，平安符。王爷，沈清欢在府门外地铁，自称代尚书府赔罪，跪了半个时辰了。他倒是会挑日子。让他进来吧，我倒想听听他要替谁赔。你想见他？他演给的是满京城，不让他进来唱完，明日话本里就要变了。可怜千金柜门外，摄政王上仗17人。有理，让他进来唱完。民女沈清欢叩见王爷。家门不幸，除了婉晴、顾彦舟这等恶人，民女代沈家请罪。这道笋鳞不错，你尝尝。妹妹还跪着呢。她自己要跪，本王没拦。民女愿倾尽嫁妆抚恤姐姐，也愿入王府为婢，替沈家赎罪。民女唯有一片诚心。鱼区去了刺，放心吃。皇后正好。王爷，民女跪了半个时辰，王爷连一眼都不看。本王的眼睛留着看要紧。沈清欢，你的案子3日后开审，今日这一跪，本王只当你认罪记账。案子，民女何罪之有？连罪名都不敢问全户，可见心里清楚得很。沈之婉，你放肆！王府之内敢对夫人无礼！民女失仪，民女告退。汤要凉了。萧燕慈，你方才是故意的。你故意不看他，也故意让他以为自己还有路。他当初给你留过路吗？他算计你的每一步我都记着，如今只是照着账本一笔一笔还回去。你记仇的本事比我还细。那你账本上可记了我的账？记了，满本都是欠你。王爷要审民女，总得有凭有据。违信一案，婉琪已经招认是他散播，与民女何干？墨池，呈正。其一，违信原本上压脚示印，由你比对，是你急逼世制的私印。其二，回春堂银票的来路，孙氏儿子勉励的银钱，走的是你嫁妆铺子的账。其三，江南访书圣手刘老先生，你们要送他出京灭口，半路被王府截下。不可能，他什么？他早该到江南了。沈清欢，你等的那封报平安的信，永远到不了了。王爷明鉴，高写沈氏家书的是老朽，刀抵押付银钱，当面吩咐
字要7分像，话要10分毒的，就是堂下这位小姐。老朽句句属实，话押在此。你们串通好的！我是尚书府千金，我爹是当朝尚书，你们不能动我，我爹不会坐视不理的。沈家100年的门第，王爷也要顾及朝议。朝议？伪造书信买凶买正，构陷命妇，哪一条是朝议保得住的？沈清欢，2个月前，有人也在本王面前说过类似的话。他说，这京城里全就是天，如今你头顶上这片天，姓萧，全就是天。原来这句话是说给我自己听的。王爷，清欢有罪，老臣不敢狡辩。只是他到底年轻，受人蒙蔽，求王爷网开一面，老臣愿削职为民，替女赎罪。王爷开恩，清欢是臣妇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臣妇就这么一个亲生女儿啊！求王爷看在老爷为朝廷效力多年的份上，为朝廷效力多年。好，那本王问2位一句：8年前，沈之婉替沈大人顶下河道引子的账，毁了名声，污了亲事。他替你们党构陷的时候，你们替他求过情吗？满城泼他脏水的时候，你们求过情；族里抢他铺子的时候，你们求过情吗？你们这一生王爷开恩，又在哪里？老臣无言以对。王爷，臣妇糊涂，臣妇万死。可清欢她也是苦命的孩子，在外头吃了18年的苦啊！吃过苦，就可以让别人去死吗？沈之婉在你们府上当牛做马18年，没害过一个人。求情这条路，是你们自己一寸一寸堵死的。回去吧，等判。今日审最后一桩，沈清欢，你归宗认亲，是几时知道自己身世的？就是归宗前，养母临终吐露的。王爷，查实了，他养母过世是4年前。尚书府收到寻亲信物与线索，是今年开春，恰在沈之婉夫君归京、家宅生变之时。这中间隔了3年，他在做什么？属下也查了，3年前，他托人辗转结识了一个人，顾府陪嫁婢女婉晴。3年前，他接近婉晴的时候，比归宗认亲还要早上整整3年。正是，来往的书信、引荐的中人，都已经查实在案了。婉晴狱中已供认。沈清欢早知自己是上尚书府血脉，却按下不报。他借婉晴之手，摸清沈之婉在梁府的处境，算准了归宗的时机。他等的就是沈之婉婚事败坏，腹背受敌，再回府夺位，把这个姐姐连根拔起。所以从头到尾没有什么巧合。我的婚变你冷眼看着，我的脏水你地柴天火。沈清欢，你认亲那日哭着说是你占了我的名分，害我难做人。原来那不是客气话，是你的志向。沈之婉，你锦衣玉食18年的时候，在乡下为猪挨打，凭什么你拿了我的命，还要我堂堂正正等你让位？我等不起！我拿了你的命，错，偷走你命的是当年的阴差阳错，可偷走你心的是你自己。我在尚书府那18年是怎么过的，挡了多少刀，顶了多少罪，你打听的最清楚，你比谁都清楚。那又如何？你再苦，也是狄小姐的苦。沈之婉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若生在猪圈泥地里，你能比我干净到哪儿去？我12岁那年，在雪地里把半粥分给过一个快死的人，那时我的日子也未必比你好过。沈清欢，泥地里能开花，锦缎上也能生蛆，人走成什么样，从来不来出声。我不听你说教。好，那如今狄小姐的罪，你也一并领了吧？沈姑娘，属下顺着继仁堂的旧档查了，23年前腊月初7，继仁堂旧档里有一笔被人涂改过的接生记录，那一页同一位稳婆接生过2家孩子。先别翻碗，明日
本王亲手推至你面前。沈清欢主使伪造书信，构陷命妇，买凶买正，欺瞒公堂，数罪并罚，一律当杖100，留3000里。念尚书府自请以家产抵罪，改判家产没办入关，交宗人看管，送城外静云庵代发修行，10年不得出，预赦不赦。10年，把我关进安堂10年，还不如杀了我！爹，你救我！清欢，认了吧，别再闹了。这是爹娘拿全部的家产，你爹一辈子的官声，给你换回来的一条命啊！我不要！我刚回家1年，我才做了1年的真千金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这话本王原样还你。沈知往安分守己18年，凭什么家破名毁？带下去。沈知欢，你赢了，可你记住，爹娘疼过我，是真心疼过我。这1年是你18年都没得到过的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如今半分都不稀罕了。知婉，娘来看看你。夫人怎么称呼我？是不是先要看看族谱？今日翻到哪一页？知婉，别说这样的话，娘的心会碎的。夫人有事？清欢进了安堂，你爹引咎至深的折子也递了，家里就剩我们2个老的，族里议了，把你的名字重新写回族谱。回家吧，沈家到底养了你18年。写回族谱，要除名的是你们，要写回的也是你们。沈家的族谱倒像我家的铺面，开张关张，全凭东家心情。娘知道错了，当年是娘糊涂，你爹这些日子头发全白了。夜里坐在你小时候住的院子里，一坐就是半宿。他坐的那个院子，我15岁那年在里头跪过一整夜，求的就是他抬头看我一眼。夫人，迟到的心疼比不疼更伤人。你们要的不是女儿，是体面。从前要体面，拿我顶罪，如今没了指望，又拿我撑门面。这份体面我给不起了，请回吧。温家的卷宗全在这里了。沈知婉，想不想知道你究竟是谁的女儿？温庭之，23年前，督察院左迁都运，清流领袖，连上12道奏章，参户部亏空，合功贪墨，迁出半个朝堂。这个名字，我幼时听人避讳过。构陷名单里有沈家姻亲，后来没人敢再提温家。后来呢？有人反咬他私通外藩，伪造私讯为证，满门下狱。你的生父病护于驿站，你的生母没走出第2个冬天。伪造书信为证，23年前他们冤我父亲，23年后又用他冤我。所以这世道没变，一样的脏手，一样的脏法子，这一回得连根斩了。我父亲叫温庭之，我娘呢？可有名字？温门林氏，卷宗里只记了一笔，流放启程前夜，他把女儿托给继仁堂稳婆，求她寻一户好人家，留下的只有一枚平安符。平安符？杏黄福袋，继仁堂平安庙所制，那是你娘留给你唯一的东西。可我怎么会进尚书府？稳婆受了你娘临终之托，尚书府的新生女儿也在她手上，她起了胆子，将你们2人调换，这一换，换出2个人的命。你从来不是没根的人，你是温庭之的女儿。怪不得我这一身凝折不弯的骨头，原来是有来处的。温大人若知道，会骄傲。我娘塞符给我时，在想什么？她在想，女儿要活下去，要好好活下去。沈之婉，不，温之婉，这桩案子我会翻。旧党还在朝上，清明我替你讨。不，
不是你给我讨，是我们一起讨。23年了，爹娘，女儿替你们把这个公道讨回来。何人击鼓鸣冤？击鼓者听真，登闻鼓一响，直达天听。所诉若虚，反作其罪。你可想清楚了？民女以项上人头作保，句句属实。民女温氏之婉，为先父，原督察院左监督御史温庭之，名冤。温氏一门遭人构陷，蒙冤23年。状书在此，人证物证在此，请呈御前。接状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温庭之一案，复查得实，纯属构陷。温庭之忠直敢谏，蒙冤怒于盗徒，谥曰忠肃。当年构陷主谋户部旧党，革职下狱，一律严办。温氏之晚，忠良之后，志节可嘉，封安宁县主，赐诰命符，钦此。民女温之婉，领旨谢恩。老天爷到底是开眼了！爹，您听见了吗？钟叔，您的清明回来了。今日起，没人再敢叫你假千金。温之婉，你是忠良之后，名正言顺。萧燕慈，多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状是你递的，鼓是你敲的，你赢下的每一仗，都得是你自己的。没有你递来的卷宗，这状文进不了宫门。递刀的恩，我记下了。记下了，怎么谢？你想怎么谢？先记在账上，利滚利，回头一起算。尚书府门前地铁的车马撤了个干干净净，一辆都不剩。当初巴结的是他们，如今缩头最快的也是他们。事情如纸，本就这样。树倒了，猢狲自然散，由他们去，咱们过咱们的日子。爹娘，女儿来了，来迟了23年。不迟，你带着清明来的。爹，您的案子翻了，构陷您的人下狱了。娘，您留给我的那枚符，我一直带着，它也护了很要紧的人。他们会不怪我认祖归宗太迟？不会，他们只会看见你站住了，也站直了。你做什么？你是摄政王？拜的不是碑，是恩人。当年我母妃出遭构患失势，是令尊温大人为她鸣冤，又冒死安置了她旧部老小。满朝聂生时，只有温家说了真话。靠着这一口气，母妃撑了10余年。我父亲救过你母妃？你母妃是位什么样的人？极温柔，也极硬气的人。他常说，恩刻在碑上，仇记在心里。难怪你记账记得这样细。母妃临终前让我记着一件事：萧家欠温家一笔债。所以你查我父亲的案子，是在还愿？起初是，后来不是了。后来是为你。县主，老朽来给中肃宫中上香。沈大人请便，谁都尽得。之婉，老朽如今致仕了，符力也败了。18年，总有几日是真心疼过你的。我夜夜梦见你15岁。女儿听父亲的。当年河道的账，是老朽对不住你。之婉，爹给你赔罪了。这声赔罪迟了8年。沈大人，我受了，可受了不是原谅，是我不想再背着他走路了。18年里那几分真心，我也认，所以我叫你沈大人，而不是仇人。可也仅止于此了。保重。
小姐，喝碗热粥暖暖，刚熬的，血液里一碗粥最是熨帖了。哎，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手怎么抖了？血、热粥、平安符。喂，你还活着吗？别管我，让我死。喝吧，趁热。死什么死？多大点事儿？没人希望我活着。我希望啊，你看，这不就有人希望了？拿着，一枚玉符2半，这半给你，那半我留着。你得活下去，活下去，日后来还我这碗粥。活下去。小姐，您去哪儿？是你，城南雪巷里那个埋在雪里不肯喝粥的少年，是你。我等这句话等了11年。你那时候为什么在雪地里等死？母妃蒙冤暴毙，仇家追杀，我从宫里逃出来，伤重入监。是一个小姑娘蹲下来，给了我一碗粥，半块玉符，一句活下去，神之王。后来我被旧部寻回，夺回了一切，可我满天下找的，只有那个小姑娘。找了多久？11年。我只记得雪夜、城南、半块玉符。3年前我终于找到你，却在走到你面前之前又遭刺杀。那晚我伤得快死了，就剩一个念头，我活不活得成不知道，但要死也死在离你近的地方。所以你倒在我府门外，那你找到了，为什么不说？3年，你日日在我眼前一个字都不提。你那时是顾家妇，我说了，是害你。后来你和离了，我想等你站稳，等你不必靠任何人再说。神之王，我不要你因为感激嫁我。那你要什么？要你像今夜这样，自己想起我，自己跑出来站在我面前。傻子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傻子？有，雪地里捡回一条命的人，就这点出息。你那半块玉符，给我看看。合上了，11年了，他们合上了。断的、圆的、丢的、找的，今夜都合上了。所以沈之王，从来不是你收留了我，是我找了你很多年。沈之婉，一碗粥，半枚符，11年，我把命还你，嫁我。起来说话，雪地里凉。你不应，我不起。我是和离过的妇人，满京城的唾沫能淹死人。你是摄政王，娶谁不行？娶谁都不行。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这颗心在你那儿放了11年，娶旁人算害命。谁教你的这些混账话？跟你学的，应一声，好不好？我还有疑问，日后朝局变了，风向变了，你拿什么保证今日这一跪不变？拿他保证，11年什么都变过，只有他没变。我有言在先，约法3章：第一，不纳妾，王府后院只能有我一个人。准。第二，不欺瞒，再大的事，再难的事，不许瞒我。准，都准。我嫁人，铺子不关。自然。往后你做你的东家，我做我的王爷，谁也不耽误谁。这话我爱听。小姐应都应了，让王爷进屋呀。还有一桩，大婚那日，我要从自度坊出阁。好，10里红妆，到自度坊门口接你。爹娘，女儿今日出嫁，这一回不是被人用一顶轿子抬去填窟窿，是她在雪地里跪着求来的。前18年替别人活，往后替自己活，也替你们好好的活。小姐，当年您嫁顾家，统共薄薄几台嫁妆，奴婢心疼了一路。今日王府聘礼从街头排到街尾，整条街都堵红了。傻丫头，今日是好日子，哭什么？走，上轿。
一拜天地。母妃、温伯父、温伯母，我们俩给你们磕头了。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王爷，旧服护了你11年，这一对新的可得护我一辈子。护，旧的护我，新的护你。福袋都发白了，穗子结了8遍，还嘴硬，摘下来。不摘，他跟我走了11年，江南塞北，比你先认得我的伤。那就一并收着，旧的记得来路，新的护着以后。好，旧的记来路，新的护以后。